以后进 Moro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新中传媒倾力打造全新栏目《周末去哪儿》，实地探访休闲娱乐、生活百科、美妆护肤，为您做好美食攻略，勾画吃货地图，带您亲测旅行路线，体验游玩项目。一个展示产品的最佳平台，一个了解服务的便利窗口。周末去哪儿，总有一个适合您的好去处。每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以及 YouTube、Facebook 网络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潘达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潘达 TV37，我是主持人 Ian。大家好，我是小娇。潘达 TV37，新西兰最具活力的中英双语电视频道，全新的专业设备和演播间，全天候为您送上最精彩纷呈的多样节目。自制节目包罗万象，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深入解读时事要闻，诙谐探讨社会百态，玩体育，看房事，尝美食，读人生。更有 CCTV、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节目转播，聊综艺、看热剧、品故事、知天气。潘达 TV37，您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 FM90.6，24和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3日，星期二，农历11月初8。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国家党和行动党将能够组建政府。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国家党和行动党将能够组建联合政府，但如果将工党和绿党的支持率相加起来，两条队伍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这也意味着2020年的大选可能会相当刺激。这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为46%，比10月的上一次民调略低了1个百分点。行动党的支持率上升了1%至2%，工党的支持率下降了1%，为39%，绿党则稳定在7%。优先党的得票率也维持在4%不变。该党如果没有人占据选区席位，将无法重返国会。在总理人选的支持率方面，在辛达阿登本次获得了36%的支持率，较上次民调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他仍然遥遥领先于国家党党魁 Simon Bridges。他的支持率虽然在本次民调中上升了1个百分点，但是仍然只有10%。新西兰本周将迎来大风暴，堪称年度最大之一。从周一晚间开始，南太平洋将形成大范围的低压，形成一场大风暴。风暴将横扫数千公里，席卷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南部。Weather Watch 将其描述为今年新西兰较大的风暴之一。据报道，受降雨影响最大的地区将会是西海岸，在未来7天内有可能发生滑坡、洪水，伴有道路关闭等情况。届时，一些高海拔地区还可能迎来降雪。
东部地区将会迎来强风，但是预计山脉和库克海峡周围的风将会最强。周二全天将会有大风吹向南岛、库克海峡和北岛南部，受影响地区包括南岛东部、惠灵顿。在一段时间以内，以上地区都会有强风警告。周四，稍凉的空气将会掠过西海岸、南地和奥塔哥沿海地区。惠灵顿在本周多风，但只有周二的风力达到了大风的风险。与此同时，马斯特顿以北的北岛东部天气晴朗，包括霍克湾和吉斯本。未来10天内预计没有降雨，可能会达到30摄氏度的高温。北地也会比平时多风，会有短暂降雨或阵雨。国际方面，英国与爱尔兰或将正式申办2030年世界杯。近日，英媒称英国和爱尔兰将会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双方足协将会制定计划。据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泰晤士报》报道，在11月30日举行的2020年欧洲杯小组赛抽签之前，英足总已向其他足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申办世界杯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相关官员认为这些计划非常靠谱，并将进一步加大计划的准备力度。报道指出，如果得到政府的集体支持，申办工作有望在2022年初启动。为政府提供申办建议的资助机构英国体育去年表示，申办2030年世界杯将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成就。印度国产航母重大进展，主机成功点火运行。据印度经济时报12月12日报道，正在码头进行安装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上搭载的燃气轮机主机已经成功进行了首次点火，这标志着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的动力系统正式运转。下一步，印度将继续进行维克兰特号的季泊试验，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维克兰特号航母原计划在2018年完工，然而进度一再拖延，现在终于重回正轨。印度海军高级官员表示，这艘航母将使用米格 29K 战斗机作为舰载机，也可能装备印度国产的战斗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又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啊！相信昨天晚上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这个风力，那这个风力现在还没结束，估计还要持续个1-2天的时间。而且呢，今天早上如果有去惠灵顿的朋友啊，这个买了飞机票的，赶紧去查一查，绝大部分出惠灵顿和去惠灵顿的机票全部都取消了，就是尤其是 Air New Zealand 的原因是呢，惠灵顿现在真的是强风大作啊，说最高时速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40公里，这么高的风速，这也是有点厉害了。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啊，如果要是真的有去惠灵顿的，今天早上我觉得这是 for good reason 啊，他把这个所有的飞机取消了，航班取消了，是因为你这个太危险了。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感受过，在惠灵顿就是起降的时候遇到大风的那种状况，因为我是在惠灵顿没遇到过，但是我家乡是大连，大连跟惠灵顿很像，是就是风很大，然后也有山。我在大连的时候就经历过那个飞机不知道是以什么角度降到飞机场上的。我不瞒你说，我在大连有一次降落的时候还遇见了一个，就是专业术语叫风切变，就是这个风突然把你的飞机就是压下高度，就比如说你可能在一瞬间
突然掉下，比如50米、100米的那种高度，就感觉飞机忽悠一下。但是这个在高空的时候其实还好了，对。但是我那次碰上正好是在快降落的时候，离地面就已经很低了，然后就感觉飞机突然忽悠一下，我正好坐在窗口的位置，我看。就是离地面那个高度，就是感觉很明显的这种往下降了一段，但还是觉得有点刺激。但是他们不是说这个惠灵顿1年就刮2场风吗？一刮半年，是吧？我们大连也是，所以说我就很习惯，或者我能够理解，就是说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我在大连感到过很多次，因为它是类似于说它就是那种天气状况，所以那个机长啊，或者是说呢去到大连的。飞机的那些飞行员，他心里可能有准备，所以一般的风他们都觉得 OK， 只有像今天这种可能会被取消。就今天这种天哦，140公里每小时还降了一架，这个风速太高了，还降了一架飞机，技术也是了得。然后那个就是我看那个主持人什么记者还在那开玩笑说你绝对不想坐的那架飞机，然后我能够理解那个心情，我也碰到过一次，我就很想说干脆别降了，我们过一阵时间等风停了再降不好吗？我那次就是试了好多次，因为那个风啊，总把这个飞机吹到跑道外边，然后它又起来。然后再降一次，就吹到跑道那边，哇！我经历过好多次。那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危险，因为通常结果那飞机降下来的时候，就是不一定什么角度落。对，就是这个飞机准备要降落的时候，但是它没有完成降落，又起来了，这个情况叫复飞。对，但通常专业人士就会觉得复飞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呀。对，因为要降落的时候速度是很低的，然后你在想把飞机拉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速度不够。但是我经历的没有那么就不至于到地面了，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因为它的飞机太斜了，所以它就起来。一点然后再降，因为它真的是因为那个风啊，它会把飞机吹成这样。对，所以我有一次就是坐飞机，那个降落的时候是一个轱辘着地，那边是没着地的，然后再掉下来，情况也是很危险，各种情况都。当然了，这个风应该还会，如果说短时间之内还不会马上停，可能还会持续一小段时间。所以最近如果说有出行到这个风力比较大城市的朋友，看看有必要的话就调整一下行程啊，毕竟不用你调了，反正你飞机也飞不过去。人家也不会让你飞，倒也是。所以今天早上基本上都 cancel 了。还有就是呢，今天的就在奥克兰啊，我刚才说风大雨大，我们朋友开玩笑说哪有雨，一会儿你就看着了。今天呢，基本上啊，这个风雨呢会持续的影响整个新西兰的全境。当然，我们这边北岛北部还算最好的，我们看到外边这个风啊和雨啊，那已经算是好的了。你去南岛看看，现在南岛西海岸都已经下到看不到路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其他的地方，东海岸又风很大，所以今天无论去到哪儿，大家都注意驾驶安全。对，刚才整点新闻其实也提到了，这一次主要是从西南部过来的这么一个比较恶劣的天气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呢，我们目前为止在北岛，尤其是北岛北部地区受影响不是特别严重，等着渐渐会。但是我们这次是不如南岛来的那么严重。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我昨天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是我落后了，还是说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你现在新西兰这边不是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能够用手机嘛？你知道有一个设置哦，现在反正苹果手机是有的，就是让你可以设置成开车的时候不被打扰。然后你的手机如果要是有人给你发信息的话，会自动回复说我在开车，等一下再回你。如果是电话的话，你的 Siri 也会回复他说在开车。所以不用，你就不需要看手机，而且你把它调到那个模式之后，它不会再有任何的，就是你手机不会响，不会影响，也不会震，就是不会影响你开车。而且它现在的这个是可以变成，就说你手动调到那个模式，也可以自动。如果自动的话，就是只要你在快速行驶的这个途中，它就会自动切换成那个模式。当然，如果你是 passenger 的话，它也会切换，就是你是乘客，你没有在开车，它也会切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自己再把它调回来。这个功能倒是蛮实用的。如果要是大家想知道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用苹果手机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新手机啊，但是我也不是新手机，我给大家看我是7，所以说只要7肯定就有了，那8肯定更有了。你是更新了系统吗？先说，有没有更新系统？我不知道，还是说现在在系统更新了之后，来先跟大家说说看怎么调我。对，我正好也找一找。设置里边有一个如果大家去调的话啊，你可以在设置里面看那个勿扰模式啊。就是如果大家用中文的啊，可以看一看，就勿扰模式。勿扰模式你把它弄到最后，你就会看到一个驾驶勿扰啊，我有看到，对吧？你把它激活，你可以选择手动，或者是把它调成自动。
或者是也有一种模式是你跟蓝牙连接，车载蓝牙连接。如果它跟车载蓝牙一连接，哎，它就自动会调成勿扰模式。然后它底下你看它会说自动回复的内容就是我正在开车，并已打开驾驶勿扰，我会在到达目的地后查看您的信息。而且这很方便。这个信息我点了一下，应该还可以自行编辑，对呀，编辑成你想发的这种。哎，这个真的是很方便，以前没有注意到啊。而且呢，你要是调成自动，每次进去嫌烦的话，它还有一种就是你在通知里边，然后找到那个控制中心，控制中心里面有一个自动控制，你点进自动控制，你就会看到，就是让你选择上面的是几个是在你就推上去底下，在这个控制中心里面加上这个便捷的小图标，对，你就把那个驾驶勿扰的那个图标加进去。然后你在以后呢，就是你把它这个叫怎么样，就是下滑，对，从这儿滑一下这个地方，你就会看到驾驶的这个小标志。哎，我现在我就看到了，对吧？还真的是有。然后你摁它就可以了，它就给你就变成了勿扰的模式。哇，这个方便了，是不是？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说赶紧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说的会不会太快？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对，至少我是听明白了。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听众应该也都听明白了。没听明白的艾特我一下，或者是说一下，我一会儿我们再重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就是觉得这个很好用，这样大家就不用担心在开车的时候。对吧？要是没回信息，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又担心。当然，如果你连了蓝牙，可能会觉得说啊无所谓。但是我是觉得开车的时候，就算你就是连了蓝牙，也别接了，就好好开车吧，对吧？还是会分心，你脑子会想别的，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大事是你这1个小时不联系就会怎么样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实用技能啊，大家可以推广一下。那这一节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正式开启今天咱们国际新闻的部分。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
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那么今天呢，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风有雨的关系，我们这儿其实也没下雨，但是说是有雨，而且这个风看起来也是像该下雨的样子。Anyway 了，反正就是今天早上路况，因为天气原因，这么说就对了，别说是因为风还是因为雨，因为天气原因。天气原因。所以今天早上会堵得比较早。如果现在还没出门的朋友，已经晚了，就是现在路上已经堵成了大排长龙的状况了。那么过了一会儿，我估计就是再申一个色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现在基本上全线已经没有绿色行驶畅通的路段了。黄色和红色基本上一半一半，从20号高速开始，现在一路到 Cabot Pass Road， 不是黄就是红。那么最主要集中的路段呢，就是从过了 East Market 之后，经过 Mount Wellington、Ellerslie 一路到 Greenland， 基本上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你想，这才7点不到20分，所以今天堵的算是非常早的了啊。那么接着呢，在16号高速上呢，也同样是出现了跟平常差不多比较拥堵的情况，分3节。第一节呢是在 Royal Road 这附近仍然是黑色大塞车，要基本上堵到 Lincoln Road 才恢复畅通。那么接着是在 Rosebank 就又有一段的交通拥堵，那这一段呢基本上是黄色车多为主，稍微中间一小段是红色交通拥堵。接着是在 Greenhouse Road 开始，经过 St. Luke's 又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要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现在是黄色车多。那么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就是跟往常一样了，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呢到 Constellation Drive 肯定是黑色大塞车了。那中间呢，在 Yarra Valley 就是 Constellation Drive 到 Yarra Valley 中间又有一段黑色大塞车，其余我没说的路段全线红色交通拥堵，一直堵到 Eastman Road。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还是黄色车多，过了这个 North Cove 之后再往市中心的方向，差不多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那么除此之外呢，小路上的比如说像 Eastman Road 今天也是非常堵。我看那个黑色大塞车的路段已经堵得非常长了，所以上高速的朋友啊，可能在高速之前堵的时间比您在高速公路上堵的要更时间长一点，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一点点出门，做好充足的准备。还有呢，就是最近这个车祸发生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了5起事故，导致5人死亡，所以说啊，无论如何，咱们真的不缺那一点点时间。小心再小心，保持好车距。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路况就先说到这儿，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到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2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开始分享新闻的内容了。对于刚才那个驾驶勿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不知道的、没听懂的，或者是想要再了解一下的，可以发信息在我们各个平台上，我可以再讲一遍，或者是我私下里再跟您说一说怎么开啊。我是觉得很有用。那么当然一会儿我们在新西兰的新闻的地方也会稍稍聊一聊关于驾驶安全。那么当然这一节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国际新闻。不过在我们说具体新闻之前，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新闻早知道。
没错，那刚才在整点新闻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民调结果出来了。那这个结果里面呢，总理贾辛达·阿登的支持率是再次微跌。当然了，虽然是跌了1个百分点，但是再怎么说，比现在 Simon Bridges 的这个支持率还是高很多的。毕竟一个是现任总理嘛，可能从这个知名度上也好，对大家的关注度上也好，对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另外呢，包括各个党派之间的这个支持率，现在也是有一个预估。那一会儿我们会在国内新闻的部分呢，跟大家去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其实呢，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关于昨天这个民调是说国家党的民调领先，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来比较最近的几份民调，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结果，并且呢，昨天其实还有一个亮点是行动党的支持度。虽然说它只有2%，但是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这个2%会意味着什么。它不同的，就跟别的党派的是不是2%的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会儿我跟大家来说到啊，这个2%可不是普通的2%。对，就那个意思。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那么除此之外呢，昨天在新西兰部分也是非常令人。就我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说，就是说我也不想成天在说不叫骂了，就是批评或者是抱怨政府。但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你说这次谁能忍得住？就说这个枪支回购计划又出问题了，而且这次的问题真的是很让人觉得生气。数万名的枪主的信息打着引号不慎泄露了，什么鬼？到底是不是不慎？首先这个事儿，我觉得，然后现在又要把责任可能要推到软件公司身上了。就是哎呀，反正一会儿回来我再跟大家说，这件事没法心平气和。所以你看，那些没有交枪的反而没事儿，交了枪的把信息填进去了，然后还被泄露了，而且一下子上。哎，好了，我回来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还不是别人盗的，就是它根本就没有关，谁都能，也不说谁了，就是很多人都能看到。只要想看，基本上就能找着。哎，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吧，详细说怎么回事。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在这个签证方面啊，或者说在用工方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餐厅啊、咖啡馆呀，也是出现了用工荒，招不到人。那么有的这个，比如说餐厅啊或者咖啡馆的经营者，就把这个情况呢归咎于移民局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签证的一个政策啊，招不到人，他说是不是你们这个工签政策现在有问题？因为有的地方的这个餐厅或者咖啡馆，我简单了解一下，真的是。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旅游旺季了，但是招不上来人。那么大的一个咖啡馆，每天可能，哎呀，这个客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是统共你能看见的就那么3-4人在那忙活。一会儿我们会来聊到啊，就关于这个所谓的签证、工签的什么新政。我们昨天呢，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移民顾问，就持牌的移民顾问，他们就收到了移民局发来的信，还有一段90分钟的视频。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我真的是觉得怎么办？一会儿我们会来说一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消息，相信很多的无论是有房的，还是现在正要买房的，还是其实一直都没有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这些朋友们都会关注的。2019年全国房价的统计数据来了，现在看到呢是全国普遍上涨，但是除了一个城市，哪里？当然就是奥克兰。昨天看到最新消息，奥克兰有15个区都跌出了100万俱乐部，所以一会儿在新西兰新闻的地方会跟大家来说，是不是首次购房者的好机会来了呢？昨天还有很多的专家就房价还有房市的问题啊，奥克兰整个的这个情况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很有趣。一会儿我们会来聊到。不过呢，关于国际新闻的部分，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件事情，先来关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说时迟，那时快，其实离我们也就是半年时间了。没错，那既然这个奥运会马上就要来了，相关的一些这个配套的设施，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通常我们管运动员入住的这样一个区域叫奥运村，对啊，都是在这儿入住的。那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相关的比赛项目的场馆，尤其是主场馆。那这个主场馆呢，大家都知道，比如说08年奥运会的时候，北京的奥运会，它的主场馆就叫鸟巢嘛。这个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对，那这个主场馆呢，其实首先开幕式、闭幕式都要在这儿进行。那么另外呢，包括很多这种田径方面的项目啊，通常也都会选择。100米飞人应该就会在这产生了。应该会是在这里面。全世界都爱看的。对，所以说呢，这个主场馆通常在一些奥运会当中是真的是非常的吸引眼球哈。那东京的这个奥运会的主场馆呢，包括后续的这个2020年的残奥会，都会在这个
主场馆叫国立竞技场进行。那目前呢，在11月30号，上个月月底的时候，这个国立竞技场呢所谓上个月月底就是3天前，3天前嘛，对，正式宣布竣工。那么这个体育馆呢，我们从图片上来看啊，其实它的造型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你要单从外面看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亮点，但实际上呢，这个场馆本身还是有很多设计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场馆的设计是不是最一开始大家就比较喜欢或者说认定的这么一个方案？其实并不是。你看这个场馆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它之前的这个设计方案上，你看就是现在图片上的这一款，我觉得还是现在的好。以前的这个有点，这很像一种昆虫，你不觉得吗？对，有的说像甲壳虫，有的说像个小乌龟，有的说像2个拖鞋，你对着把它插到一块儿，然后也是挺像，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反正以前的这个真的挺丑的。没错，那这个也是因为当时觉得说，哎呀，造型有点太过于前卫吧，我们只能用这个词儿，比较的前卫，设计感太强。对，他呢是来自于一个这个英国的设计师，也是很著名，叫扎哈·哈迪德啊，当时就管他叫这个。扎哈过世了，也是很可惜。对，那这是很有扎哈的风格。对，这是他设计的这么一个场馆，但是呢，也是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工程费用太高，因为你想这么一个比较形状怪异的场馆哈，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真正看到的。最后实施的是由日本本土的一位设计师他来设计的。当然你看啊，虽然它表面平平无奇，但里边其实它是挺有内秀的。我们就说嘛，就很多我们看不懂，就只能看个外观的，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去了解了解，就现在的这些设施，或者是说我们说这种场馆，虽然你看起来的就是个场馆，但是其实里边是用心良苦啊。它用了很多，因为现在又讲究什么环保、绿色等等，然后又要节能，所以它里面是有很多的内秀的。没错，你就比如说啊，它在这个建材上面来讲的话，就运用了很多日本传统的这种建筑的技术。你包括可能从这个图你能感觉出来，就是它在上面遮阳棚的这个位置底下的那个梁，感觉也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很复古的那个感觉？对，加上那个配色，有点像以前那种木质建筑的那个梁，很像日本的那个风格哈。是，包括它的这个建材呢，是使用了来自日本各地47个都道府县的木材。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怎么讲代表吧，是吧？各个地区都会有这种参与的感觉。是，而且他也说了，他说这个场馆呢是以森林体育场的理念去设计的。比如说这里边大概就是在竞技场的附近还栽种了大概有4.7万棵的植物，而且这些植物呢是考虑到从树叶空隙照进来的阳光，还会呈现出白色、黄绿色、茶色等5个颜色排列的马赛克这样的一个图案。没错，其实打的就是一个环保牌。我们有找到就是那种稍微景别大一点的图，其实它现在在运动场的外围很多的这个树木什么的已经陆陆续续的都栽种到位了所以说呢，这个运动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的环保。那包括这个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自然风来降温。因为通常像这种体育场，你知道奥运会都是在夏季举行的，对，尤其是日本的夏季，我的天。对，那然后如果说几万人的这个观众同时在这么一个地方通风或者说降温不好的话，那真的是难受的不得了，对吧？那这个场馆在设计之初也是充分的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它就是用这种自然风降温的方式设计了很多。我是怕到了日本7、8月份的时候，并没有自然风这个东西。对，你这个人家设计师也考虑到了，所以说他还在场内设置了100多处的这个风扇，当然肯定是这种比较巨型的风扇，来通过空气的流动降低场馆内部的一个温度，让观众。可是你说，如果要是室内室外都是热风，它就流动有什么用呢？那都是流动的是热风，那到时候就得看卖冷饮的这个小站在哪儿。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设计。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观众席的设计上也是比较，但虽然说现在的场馆基本上都是这种一层一层叠高的，但是它呢特别采用一种就是漏斗式的这种设计。我理解，虽然咱们没有看见实物，没有到现场去看，但我理解是不是每一层可能稍微有点前倾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指的是看台。那能坐得住？人还是水平的嘛，就是看台稍微有一点。平时如果我们这样的，它会不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对，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整个的这个现场的观众都有这种比较
身临其境的这个。所以无论如何吧，如果大家有没有人是特别对奥运会感兴趣的，会去现场的，可以跟我们也来说一说。那稍微也跟大家提一句，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的转播，前段时间已经跟大家来说过了啊。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今年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个也是很意外的，就是呢。Sky 会选择把这种转播权给了 NZ，就我们说的 TV1，就我们说 NZTV。它现在呢，就是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说，当然目前掌握到的信息，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改？就现在知道的是说，从明年奥运会正式开始之后 ，TVNZ 会在中午到晚上的时间直播12个小时的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当然不会是全部，但基本上你想这个时长，差不多主要的都会包括在内了。当然中间会把6点钟的整点新闻，还有那个。就是非常 TVNZ 的最火的那个节目 Seven Sharp 抠出去，剩下的时间就全部在转播。也就是说那2个节目还正常播，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把目光聚集到了这个东京奥运会。对，所以说这个还挺，如果要是对感兴趣的朋友啊，真的你随时想看播过去就有了，这是免费的。当然他们是说呢，说会卖广告，所以 TVNZ 和 Sky 会 share 那个广告的profit，可是这个这么大规模的给它转也不太容易。像以前啊，如果像在这种免费的台，最多也就是转播某一个项目，就大家或者是有新西兰的项目，关注度比较高。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每一次这种大型的赛事，电视台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媒体公司是要靠它赚钱的，所以这还是挺好的一个。购买转播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赛事比较关注，比如说什么世界杯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橄榄球的世界杯啊等等，那有一些这个广告的客户愿意进来，是吧？也蹭这个热点，反正成本如果说能 cover 住的话，其实对我们观众来讲，这是个很好的福利了。可是就是这个没办法，我们新西兰人太少，你想靠这个东西去 cover 成本很难啊，这个可想而知。你想你中国，你要是买一个转播权，那你得多值，你有多少观众，你的广告费瞬间分分钟就收回来了。你在新西兰这边很难的，这就为什么 Sky做的这么艰辛，然后很多的电视台都是做的很艰辛。现在不是政府也在说要把 TVNZ 和 RNZ 合并，就是国家的电视台和 RNZ 就属于 Radio New Zealand 嘛。虽然说是就是哎呀 anyway 了，大家都明白，就要把它俩合并。合并之后呢，看是不是要纯粹就做那种 non-profit 的，就是不去不以广告也收，但是呢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了的那个感觉，就是政府去帮助，要不然现在也是赔的底儿掉，真的是赔的底儿掉。所以说这个没办法，我就是把那个关于奥运会转播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看了，好吗？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呗，接着往下说。接着我们跟大家来再关注一下欧盟方面啊，最近因为英国这块一直没有动静，然后呢，欧盟也就理所当然的，好像是感觉最近一段时间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是在当地时间的12月1号啊，现年已经61岁的冯德莱恩，他是正式宣布就任欧盟委员会的主席，那接替图斯克开启了他的一个5年任期。那么这也是欧盟的历史上啊，首次由女性来担任欧盟委员会的主席，也是首次是德国人担任了欧盟的主席。没错，那在这个就职演讲当中呢，这个冯德莱恩呢就形容自己的责任是成为欧洲人的这个冠军，要实现他们的梦想与抱负。那么此外呢，他还着重谈到一点，就是说作为他任期内的最优先的事项啊，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排问题，要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哎呦，好难呀！反正先说出来嘛。对。但是他真的，你说他们欧盟的这几个兄弟姐妹们可是谁都有自己心里的那个小九九。那当然了，很难团结。这个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儿，说到这个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啊，有一个跟咱们新西兰本地有关的新闻。一会儿我们有时间也跟大家可以聊聊。就是我们新西兰一直是在环保啊、控制这个碳排方面，但是算是走的比较靠前的，而且呢，有时候这个口号喊的也很响亮啊。那最近呢，我们新西兰其实在搞一个事情，就是要控制羊的碳排放，或者说不是这件事情，羊碳排放怎么控制呢？就跟大家说了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因为经过研究发现，首先羊也是属于反刍动物的一种。那羊在排出的这个废气的过程当中，对啊，它呢其实不同的这个羊，它排气的这个
密度吧，或者说它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还有人在测羊放屁的频率。真的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玩。那科学家就发现啊，有的羊可能像它，比如说反刍的时候打嗝，或者说放屁，它的次数就明显的比其他的羊要少。然后还消化系统好。对，然后还发现呢，这个是可以遗传的。Really？ 所以呢，科学家就决定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羊啊挑选出来一些可能打嗝放屁，这是优质基因的是吗？对呀，把这些打嗝放屁频率比较低的羊，我们把它搁到一块儿，然后呢，培育出来的下一代可能，说这个真的是可以遗传的，所以说啊，那我们就。所以他研究了说为什么它的频率会比别人少嘛，就是它的胃部结构或者是什么的就比别人的更容易消化，这个还少胃胀气。这个还真的是天生自带的，就跟我们买辆车，你同样的这个买辆车排量大跟排量小的，那它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你的这个形容，我今天早上要笑死了。都是碳排放嘛，对吧？你看你现在相当于把这个羊经过定向培育之后，你把它的这个排放量减小了，就跟你买了一个油电混合的车，跟你买一个大排量的柴油车还是有区别的。不是，那人呢？如果他说羊是分品种，那人的那个打嗝放屁的频率也是基因决定的吗？那个科学家没有研究过呀。不是我以为啊，他就是说这个羊控制是给他，比如说帮助他消化的一些食物，是，或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这个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技术吧。我头一次听到是跟基因有关。对，所以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好玩。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最后我们就培育出来不打嗝不放屁的羊？那是不可能啊，当然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说真的通过这种方式能这么说也是。你想，你如果一只羊一天你少放10个屁好了，我们就来说，那新西兰有多少几百万只羊哎，对不对？那你这么一讲，几百万都不止，平均一个人6只的话，可能得有几千万只啊。现在应该没有6了，不过 anyway 了，我们就说它1000万只嘛，好不好？1000万只羊。肯定是不止嘛，新西兰1000万只羊一天10个屁，对不对？那你真的是减少非常多，这就1亿个屁，就行。咱俩别在这算计这个了，反正就是如果说真是有效的话，也不妨可以尝试尝试。但是我个人对这个是抱有怀疑态度。你想，等到你把这些，为什么我们说欧盟主席会说到羊放屁？因为欧盟主席他提到对要减排嘛。哎，那牛行不行？也没说，现在只研究了羊。对牛。我觉得可能也会因为现在新西兰这边，你想羊啊，不是它的那个虽然多，但是它体积小呀，所以它是不是那个你知道排放的，如果要是分量的话，可能比牛也会少一些。是，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能在真正的实现它的这个设想。我希望是它培育出来之后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定的这个目标也是到2035年吧，打算是在这个前后实现这种温室气体的零排放。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能降低是最。那他们怎么测的呢？在羊的屁股后面带一个监测仪，或者单纯就听响，我不知道啊。反正科学家有时候为了有一些这种科研的成果出来，也是蛮下功夫的。好了，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就联系到这条新闻，所以跟大家来稍微说一说。好了，再说回来，我们再把目光转一转来看欧盟的事情，就说到这儿吧。反正新主席，我们来看看，反正誓言也放在这儿了，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再说，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件事儿。最近呢，这个航空公司灾难不断。你特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航空公司是吗？反正就这2家嘛。那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也是这个事件前后联系起来也是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啊，因为毕竟是最近的1年多的时间啊，先后2架这个737 MAX 的机型啊，因为这个故障。导致了整个飞机是机毁人亡，那包括现在这个机型也是一直都处在一个停飞的状态。那波音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在自己的这个产品方面也是推陈出新。那最近呢，就是宣布是即将推出这个777X 的机型，也就是现在我们图片上看到的这个，它其实我们如果说对飞机比较熟悉的朋友，看它的这个飞机的外形，还真的是。跟原来的这个有一些区别的。哪儿？你比如说在它的这个机翼的部分，它的这个气动的这个布局是跟以前的机型。什么叫气动？就是一生气它就得动会儿，开玩笑。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包括787，它的肚子那儿好像不太一样，凸出来一块的感觉，是不是？是，好像有一点鼓。但是你看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这种787的机型，它是有这个翼梢小翼的。
就是在这个大主机翼的这个翼梢的位置有2个往上翘起来。哦，对吧？这个现在我们看就没有。这个没有嘞。包括其他的可能你像发动机啊什么的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说来安利这款飞机，对，而是说这款飞机也有问题。对，这个飞机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在最近9月初的一次压力测试当中啊，机身出现了因为没有耐受高压，然后出现了撕裂的情况。这个乍一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严重，当然了，也不是说这就是一个无所谓的一个小事情。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压力的测试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一个情况？人家说翼尖，刚才我们看到他说是可以折叠，就我们看到它是伸出来的，它还可以折上去。我们听众当中有特别懂飞机的，直接就在给我们更新信息啊。我不知道法小白说的是我们这个航母上的舰载机，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民航客机？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固定的吧，但是也没准就有新的机型会有新的这种设计进去啊。说高压，咱们还说高压的事儿。那这个为什么说它会撕裂呢？就是因为在测试的时候会给飞机施加一个大于正常状态的一个压力，一般都是在1.5倍的这么一个极限的负载啊，就是说正常飞行的时候会经历的一个最大的负荷。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那这个飞机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舱门被直接吹出，嘣一下这个舱门就爆出去了，然后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片，机身是出现了撕裂的这么一个情况。你看这个口子其实真的是不小的。对，如果说是在空中飞行的话，万一碰到什么机舱失压肯定是难免了，那有可能整个机体都撕裂也都保不齐，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不过现在呢，这个波音给出的一个这个回答啊，回应是说呢，说的确是有一些小问题的，但是他们正在努力的调整，不会影响到首飞。那如果20年的时候去进行首飞，希望能够在2021年的时候就交付给航空公司。但现在反正大家对波音啊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稍微一点小问题也会被放大。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航空公司长点心吧，是吧？多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参数的数据啊，包括这种系统都调试好了再，要不然再出现惨剧，真的大家都没办法接受，那就真的无法挽回了。是，时间关系，7点45分，先稍作休息，我们马上。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 2173888。
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我们的听众观众好博学啊！是，今天又研究飞机，然后又研究放屁，研究羊在放屁，就是说明科学家得出这个结论啊。刚才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对，就是就到这儿。羊肠胃好嘛，羊肠胃好，对不对？对，不是他们要是好了，我们来说回其他啊国际方面的新闻，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想要参与的，会随时来跟我们讨论啊。我们接下来呢，快速的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关于伦敦桥恐袭事件的一些进展，很快速的说完啊。没错，现在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只是说呢，就是因为这名我就不觉得他应该叫嫌犯。对，咱们现在提前给他咱也不是法官，咱就说嫌犯吧，好吧，就他呢。不是当时恐怖分子，当时大家不是已经知道了吗？说他是被提前释放的。昨天我看到新闻当中就说，他不是在2012年的时候被捕入狱，当时他是获刑16年，结果在2018年的时候就被放出来了，等于被提前放了10年嘛。没错，这还不仅仅是他，这不就是因为他当时就是行凶的时候腿上还带着那个。追踪的电子脚环，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是诟病非常的。后来呢，在英国方面，昨天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是说什么呢？他说，岂止是这一名嫌犯呀，就根据统计啊，在英国曾经有74名的恐怖分子都已经是定义成恐怖分子的了，入狱的全部被提前释放了。所以你说这个不就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隐患吗？74个人呢，等于说现在在英国伦敦的那个社会当中有74名嫌犯是被提前释放的。你知道这其中有几个人是真正改过自新，又有多少人是会像这一次的这名凶手一样的，我觉得带着脚环去犯案的？我觉得一上了这个道很难改了，真的，这不是说咱们给他们定性啊。那这个也是。约翰逊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从法律上讲呢，没有办法阻止他根据被判决的罪名提前出狱。但是尽管如此呢，凶手的手机和互联网接入都受到了限制。那他这个人是怎么去的呢？对不对？他不用手机，这就找把刀子，他在街上他就能制造这么大的事情。现在不用枪了，他就是真的在家里面。那你有本事，你就是他家里面，你连刀都不能让他有。那不就跟监狱一样的吗？对不对？这没有区别。那我真的，反正我觉得咱俩在这方面观点应该是一致的。就你干脆就别把它放出来，让它服刑期满再说，是吧？然后你给它放出来之后呢，你又知道它是以这种恐怖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对我们说的可不是说所有的罪名对，不是普通罪犯，就是因为犯有这个恐怖主义相关的这个罪名被判。74个人哎，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哎。是，当然了，现在在英国国内也是，比如说保守党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情况是可接受的啊。然后工党呢就说，保守党就说工党呢把这个英国的安全是置于一个危险当中。反正本身也是大选将近了嘛，是不是所有的工党都是在讲同样的话，就说
我们不能以惩罚罪犯作为最终的手段。昨天不还跟大家说，新西兰可能有一些朋友没听到，新西兰现在惩教的部门已经不能管 prison 叫 prison 了，叫 man in our care， 我们照顾下的人。好像有什么用啊？你如果真是这样下去，你管他叫 darling， 如果他真的能不犯罪了，那叫啥都行。对，我们就害怕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需要照顾的人越多，对不对？你这还是该照顾的人越多。对呀，不是。我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说咱们就拿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么一个事件来说的话，好，这是你觉得你需要照顾的人，然后你把他提前释放了，或者说在这么一个监控的状态下让他出去了，他再制造更多的事。那你倒是好好监控啊，对不对？那关键也没有监控好嘛，所以这个很多环节出了问题。所以英国吧，反正来看吧，正好赶上大选，会不会借此就把它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改一改？我们也来拭目以待。好了，还剩一点点时间，我想快速的把这条新闻跟大家来说完。要跟大家公布的是什么呢？是咬文嚼字编辑部在中国啊，刚刚昨天公布了2019年的10大流行语。哎，大家来猜一猜都有什么？这个里面看完之后，我也是觉得还是有一点意外。对，你想它是2019年的流行语啊，10大流行语，竟然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我里面有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说明咱们是不是有跟不上流行的趋势？我先把这个10个跟大家来说了，都是什么？分别是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还有叫融梗，是这么念吗？融梗是，我不知道哎，是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可能就是不同的这个桥段融合在一块儿用。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详细的介绍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你看它是1、2、3第4名哦，融梗。接着下一个我其实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咋念。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拨路况的时候就跟大家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嘛。这个其实是从哪儿呢？《流浪地球》这部电影里面出来的一个梗北京第3交通委提示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但是后来好像大家都不这么用了，就各种对吧？可以把主语替换掉，各种代入嘛。我那天看到底下他在这个介绍的时候，有人在说什么美容第一条美容千万条，科学第一。对呀，之类的就可以这样用嘛，就是一种活学活用的一个举一反三的用法。这句话那么活，不太理解。就是可能这个句式比较有意思吧，我觉得。OK， 好了，这是第5个啊，接下后面还有柠檬精，996，这个大家都意料之中。了。再一个，我太难了，是就是斜杠南方的南嘛，一个是困难的难，我太难了。后面还有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个我也是经常听。最后一个是叫霸凌主义。霸凌主义，那这个里面呢，其中有2个词儿啊，硬核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都是来自于今年年初热映的这个《流浪地球》。硬核是挺流行的，现在硬核各种，比如说什么硬核音乐的风格呀，或者说这个人的性格呀，我也可以说我硬核。对呀，就是说性格比较硬核。后来好像在那个最近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少年的你》，还是叫是不是叫《少年的你》？周冬雨的那个演的那个里边也有说他们的人生什么很硬核，他后来又被用了一次，所以这个硬核啊，就是反正非常非常的火。对，但是也算是一个中性词吧，就形容人比较刚硬啊，比较厉害，很彪悍，或者说是都可以这么来用。其实今年的这个词儿当中有很多的，我以为会上岗的，其实也没就上榜的，其实也没上榜。比如说什么，今年我经常听什么打卡，这个词儿好像也没有。还是只是我 out 了，我就经常听到这个词。打卡好像已经出现了1、2年的时间。还有什么那个网络流行语叫什么，也是歌里边的吧？叫什么转圈圈，爱的魔力转圈圈。爱的魔力转圈圈。对，这个也不是经常出。还有那个有一个歌什么左边什么彩虹，右边龙的。什么什么画彩虹，右边画条龙。野狼 disco， 对，野狼 disco 是那个歌。这个不是也都挺火的，结果都没上榜。对，当然了，这个只是说，既然他要说10大流行语嘛，那肯定有一些也很流行，但是综合比较之下，可能没有这10个里面的比较出名。那虽然说里面有个别的词，其实我也不知道，包括你有。还有什么？今年还有一个特别流行，不是彩虹屁？彩虹屁也是很流行。对，这个词儿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还有什么叫什么与女无瓜？与你无关嘛，与你无关，这不都是今年的流行语？结果都没有，反而是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就那个融什么融梗，谁知道什么意思啊？给我们来稍微解释解释，我还真不知道。一会儿查一查，咱们在下一节的时候跟大家来说说吧，稍微占用一点你这个国内部分的时间。好了，时间关系，稍事休息一下。
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受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安吉了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3日，星期二，农历11月初8。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国家党和行动党将能够组建政府。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国家党和行动党将能够组建联合政府。但如果将工党和绿党的支持率相加起来，这两支队伍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这也意味着2020年的大选可能会相当的刺激。这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为46%，比10月的上一次民调略低了1个百分点。行动党的支持率上升1%至2%，工党的支持率下降了1%，为39%。
绿党则稳定在7%，优先党的得票率也维持在4%不变。该党如果没有人占据选区的席位，将无法重返国会。在总理人选的支持率方面，在辛达·阿登的本次获得了36%的支持率，较上次民调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是仍然遥遥领先于他的对手国家党党魁 Simon Bridges。他的支持率虽然在本次的民调中上升了1个百分点，但是仍然只有10%。新西兰本周将迎来大风暴，堪称年度最大之一。周一晚间开始，南大洋将形成大范围的低压，形成一场大风暴。风暴将会横扫数千公里，席卷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南部。Weather Watch 将其描述为今年新西兰较大的风暴之一。据报道，受降雨影响最大的地区将会是西海岸，未来7天内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洪水，伴有道路关闭等情况。届时，一些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迎来降雪。东部地区将迎来强风，但预计山脉和库克海峡周围的风将会最强。周二全天将会有大风吹向南岛、库克海峡以及北岛的南部，受影响地区包括南岛东部、惠灵顿。在一段时间以内，以上地区都会有强风的警告。周四，稍凉的空气将会掠过西海岸、南地和奥塔哥沿海地区，惠灵顿在本周多风，但只有周二的风会达到大风的风险。与此同时，马斯特顿以北的北岛东部天气晴朗，包括霍克湾和基斯本。未来10天内预计没有降雨，可能会达到30摄氏度的高温。北地也会比平时多风，会有短暂的阵雨或短暂降雨。在国际方面，英国与爱尔兰将会正式申办2030年世界杯。英媒报道称，英国和爱尔兰将会联合申办2030年足球世界杯。双方足协将会制定详细的计划。据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泰晤士报》报道，在11月30日举行的2020年欧洲杯小组赛抽签之前，英足总已经向其他的足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申办世界杯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相关官员认为这些计划非常靠谱，并将进一步加大计划的准备力度。报道指出，如果得到政府的集体支持，申办工作有望在2022年初启动。为政府提供申办建议的资助机构英国体育去年表示，申办2030年世界杯将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成就。印度国产航母重大进展，主机成功点火运行。据印度经济时报12月20日报道，正在码头进行装配的维克兰特号航母搭载的燃气轮机主机已经成功进行首次点火。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呢，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有风有雨的天气，但相对来说呢，北岛北部还算是好的。今天呢，风势比昨天晚上相比渐缓，而且呢，雨势也不大，是阵雨，但是不影响温度啊。奥克兰今天最高温度仍然有25度，最低是15度。北岛南部地区
区今天的雨势就更大了，尤其是在惠灵顿的附近，最高风速甚至可以达到140公里每小时。所以今天也影响到了很多的航班，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么到了南岛，这个雨势和风势就更大了，尤其是在南岛的西海岸，今天会有强降雨的天气，但是仍然不影响气温。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20度，最低气温是13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同样是强风强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而且呢，最低气温有了明显的下跌，但是最高温度却仍然是比较炎热的。基督城最高仍然有25度，最低11度；华后镇的最高温度也有2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温度是跌到了只有7摄氏度。到了明天呢，这股降雨会渐渐的离开新西兰，当然仍然还有部分的地方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方面也是继续的下跌，皇后镇明天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所以去到皇后镇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的问题。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78886。Resin 特价优惠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
大家早上好，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8点钟过后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今天我们时间很充裕啊，是有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说新闻，后边2个小时都讲一讲关于新西兰的一些消息。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平常没时间跟我们唠嗑的，今天呢，反正外边也堵。没事跟我们唠唠嗑呗，对不对？堵的也是堵的。来，我们快速的还是先来浏览一下今天有哪一些新闻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没错，在国内方面呢，我们首先会跟大家关注这个最新的民调。刚才在整点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国家党呢目前这个支持率是领先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调查呢，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毕竟还是比较少嘛，所以难免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那么另外呢，关于总理在辛达尔登的支持率呢，也是出现了微跌那不过再怎么说，跟比起来，跟 Simon Bridges 包括其他的一些政党的这个党魁来比的话，他的支持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会儿我们会具体跟大家来聊到。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调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一会儿呢想跟大家来说的是比较几份最近的民调，大家再来看一看目前的状态，我们再来说，看一份不准，我们来看几份。另外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其实这一次民调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国家党的上升，而是行动党。我们来看看行动党这一次2%的支持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要只听它只有2%哦，但是这个2%在行动党的身上和换作其他党是不一样的。是，为什么这么说？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一会儿会跟大家来分析分析。那么接着呢，在新西兰部分的新闻，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到枪支回购计划又出问题了。这条新闻我没有办法说不批评政府的角度来聊，实在是我觉得有点过分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次是有数万枪主的信息打着引号的不慎泄露了。那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不慎？当然我觉得倒不是有意为之，但是在这方面真的是这点工作做成这样，好吧，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说，好吧？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聊到关于签证的问题。这又到年底了，年底就意味着旅游季来了。那旅游季当中呢，在新西兰这边很多的旅游城市也好呀，或者是说呢，就说我们说稍微偏远一点的城市也好，就面临着缺人手，尤其是这种服务生等等这样的人手。可是现在呢，很多的雇主就非常着急的在给政府写信，说他们根本招不到，原因就在于新的这个工签的政策。而且昨天呢，我是看到很多的类似于像移民顾问等等他们都收到了移民局的一些信，里面有内容的介绍，甚至还有视频。90分钟的视频，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新政为什么让现在的雇主如此的头疼。是，那么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聊聊房价吧，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也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管说您是打算买房还是手里头有房，是吧？这个房价的涨跌肯定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2019年全国房价的一个统计数据，日前也已经新鲜出炉了。那么当然了，除了一个城市可能是比较例外，其他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出现一个普遍上涨的状态。那个城市是谁？当然就是奥克兰了，对吧？对。奥克兰现在呢，昨天也有新闻出来说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但是同样证实了这件事儿，就说呢，奥克兰有15个区其实是在2019年跌出了100万俱乐部，就等于说均价低于100万了。一会儿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一些区，是不是您也受到了影响？而且关于房价呢，昨天我是听到了专家很有趣的一个说法，他在说我们新西兰就在讨论新西兰到底缺不缺房这件事儿。我们总听嘛说供应不足，说新西兰缺房，那到底缺不缺？这个专家有了一个不同的见解，一会儿我们来听听有没有道理啊。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一条一条的跟大家来说。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民调。这个民调的结果刚才在整点新闻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个民调首先是由 One News Calma Brenton 来做的。我之前曾经很多次跟大家来提过，每一次 Calma Brenton 的民调结果都会比另外一个就是 News Hub 他们做的民调国家党的支持度要高。这个是历史普遍现象。所以大家心底也要稍微打一个折扣。对。那么这个 News Brenton 它的这个 Calma Brenton 的民调，这一次是国家党拿到了46%的支持度，然后工党呢是拿到了39%，绿党是7%，优先党是4%，不足以进国会，然后就是行动党拿到了2%。
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跟上一次同样是 Calma Brenton 的民调相比呢，就是国家党和工党都下跌了1个百分点。然后绿党和优先党是维持不变的，行动党涨了1个百分点。我先来跟大家说，这个行动党涨了到了2%，到底为什么那么受人家的关注？你一听嘛，1%和2%，是感觉无所谓了，是吧？对。但是这一个点对于他来讲的话，那已经是支持率翻倍了嘛？我们首先一方面是翻倍，最主要的是它对应的国会当中的席位。我们要知道，优先党不是优先党，那个行动党是怎么进的国会？是党魁拿下了 Epson 选区，进入到了国会，所以他的党票才不需要到5%，他就可以进嘛。那么如果是有选区议员进入国会了，他的选票就会直接变成议席，不再需要5%的门槛了。换句话说，只要行动党拿到1.3%，他就可以有2个，那保底了就可以进去国会了。就除了党魁之外，只要他拿到1.3%，就可以再带进去1个。如果他达到2.3%。就可以带进去2个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不同了。如果行动党真的是在下一次大选当中再努力，真的让自己拿到2.3%的一个选票的话，就党票的话，行动党就会有3个国会议员进入到国会当中哦，他就占3个议席哦。所以你不要看人家2%少。是完全不同的2%，和你其他党派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所以这一个呢，数据一方面也是反映了，可以说是部分吧，或者相对来讲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各个党派之间呢，在我们大众的眼中的一个支持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像总理Jacinda Ardern呢，包括 Simon Bridges 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各党的这个党魁，他们的支持率也是会有一个相对怎么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些变化的这么一个统计数据。当然我们刚才就说嘛，说国家党呢一直不就说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朋友嘛，说他能不能执政其实是要看有没有朋友。其实如果行动党真的照着这个趋势的话，你想如果他真的可以为整个他的这个阵营带来3个议席，那对于国家党是完全不同的 story，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持续下去。当然这一次行动党上来还是跟他的那个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有直接关系的，大家都说这个也要给David Seymour 一个赞，就说他真的是以不能叫一人之力吧，但是也是真的倾尽所有，能把这个法案推到现在如今的这个田地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大家也对他的这个努力和他的成绩有了认可，因此他才看到了如此高的，就对他们来说很高的一个支持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优先党了，优先党如果再这么下去，他就真的是进不了国会了。所以我们就来看吧，如果这个民调的结果真的是大选的结果的话，那优先党的那4%的票数还会被大家平分，平完了之后，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党的支持率会更高。是。那如果按照这个民调，肯定就是国家党和行动党来执政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Calma Brenton 永远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左翼会相对不是右翼会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件事情也是意料之中的，或者就是常态。那么相对来说呢，另外一份民调也是最近的，就是我说相对来说会是左翼比较高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Red Research， 就 NewsHub 他们做的那个民调，那份民调当中，你看工党的支持率就是41.6%，这还是下跌了9.2个百分点的时候，他们还拿到41.6%，而国家党呢虽然比它高，但是也是只有43.9%。所以呢，大家就在2份民调当中，你要自己心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也不要光看 Calma Brenton 觉得，比如说国家党赢定了，不是这样的，这要看哪份民调。而且他的这个民调做的时间也是刚刚优先党出了那个就是政治现金的丑闻之后做的，工党还没有宣布他4亿纽币的学校的投入，也没有说他关于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我们说基础设施的投入都还没提呢。所以会不会又有很大的改变，有提升也保不齐的事儿。对，而且就其实说到这件事啊，就说给学校投资。昨天我也看到另外一条新闻，就在问这些学校的老师还有校长，就说工党政府的这个决定开始给投资嘛，拿出4亿，会不会影响到你投票？你会不会因此而去投给工党或投给现任的政府？然后我听到了一个说法还蛮有趣的，他说啊，其实在目前的状态来看，教师当中很多的，应该说是很大一部分的，其实都已经是工党的支持者了。是，所以这个政策出来与不出来，
变化不会太大，不会很大，因为你想争取的其实是非你的选民嘛。如果现在这个族群当中本来就都是你的选民，那可能对于选票方面的影响并不大，但当然提升空间了。对，这是我听到的一个看法啊，有一定道理，也不一定是说真的所有的教师都是，但是他说据他了解或者据他们的统计看，其实很多的教师其实已经是工党的支持者了，所以这个投入不见得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票数上面的一个优势。是。看完了这个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民调，这个是跟我们说娱乐大麻合法化的这么一个算是支持率是相关的。那这个呢就显示说，支持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人数在过去的3个月上升了9个百分点，因为这个公投会在明年大选的时候跟这个大选一起捆绑进行嘛，所以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说，到底我们会不会变成新的一个像加拿大一样的这个大麻合法化的这么一个国家。是。那么在过去的这12个月的民调当中呢，这一份有关大麻娱乐大麻合法化的民调的确是起起伏伏，变化了很多。但是现在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看，就是支持的正在越来越高。我们现在看一个数据啊，就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民众是从2018年11月，当时呢是60%，在2019年的8月的时候呢是下跌到了只有39%。这个下跌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可是在今年11月份呢，再做一次民调，也就是短短3个月过后，它的这个支持度又回升到了48%。虽然现在还没有过50%，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临近了，基本上就是在过与不过之间了。没错，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不好说。反正我知道，从咱们就具体到咱们2个人的这个角度，就是还是不太赞成这个大麻合法化。我还好，其实对，但是呢，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跟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听众啊，我们有时候去聊啊、去沟通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有时候既然是不太好管控，本身又是一个非法的东西，你与其在黑市流通，那不如是出台一个比较详细的、具体的，给它抬到明面上去。反正是各有各的道理。那这个呢，因为一方面是最近的一个支持率上升哈，另外一个呢也是说，包括工党跟绿党他们的支持者里面很多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把这个东西跟明年的大选捆绑到一块儿进行投票的话，会不会也对各个党派的这种支持率产生一些影响。当然我们也知道，反正历史上就是尤其是绿党的选民对于支持大麻合法化，他们的这个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他们有这个民调就说嘛，就结果啊，调查就发现说，如果是绿党的支持者在他们当中去调查的话，那基本上有73%的人都会同意大麻合法化。那如果是工党的选民呢，稍微低一点，但是也有60%的人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那相对应的，在国家党当中，这个支持度就非常低。那不支持的可以占到2%，也就是它差不多66%的左右的都是不支持的，所以它也是还就站队还蛮明显的。所以你看政策方面也是，那绿党就一直在推政府一定要通过大麻合法化。那相对应的就是国家党这边一直在反对，就他们不希望娱乐大麻合法化，最多也就是医用大麻进行合法化，这个已经是差不多过了医用大麻，所以现在就是说是娱乐大麻。但是很有趣的点就是，你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在1年当中，或者甚至说在最近的3个月当中，这个支持度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化，都是10%、20%的这么的个变化。那为什么呢？这个背后的原因还真的是有待探究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咱稍微聊开一点说，也可以借鉴一下加拿大目前的情况。你看前几天咱们也说过，加拿大现在说合法的大麻供大于求，是吧？那积压到这个商店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卖不出去，都卖不出去，然后黑市的价格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优势。那有时候可能这个事情本身合法化初衷是好的，但是有可能最后实施起来结果并不像咱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所以这个事情有待商榷吧。所以明年反正就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投票了。这个结果呢倒不是有什么法律效应，不是说大家投票同意就同意了就过了，大家不同意就不过，它还是要最后在国会当中来进行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如果要是民意其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大选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举例，明年仍然是工党和绿党上台的话，如果他看到大麻合法化哪怕不过半，
到48%，这个法案都会过。对，就是只要它不过分，基本上都会过。但如果明年是国家党执政，那基本上如果你要是不过半，国家党肯定就把这个法案作罢了。但是如果要是过半了，那可能国家党会稍微考虑是不是要通过。所以这个啊，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民众意见怎么样，其实也跟明年到底谁执政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是，那咱们还是到时候看吧。反正希望大家去积极投票吧。好，来，时间关系啊，因为已经快到了8点27分了，我们又得稍作休息一下。前面呢，上一节跟大家说了2个关于民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投，怎么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下一节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枪主信息泄露的事情，到底应该怪谁？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早上的8点30分呀，路况好堵呀！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早上悄悄的了。都在路上堵着了，都堵在路上，根本就没法动。哇，真的是堵的哟！我的天呀！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现在还没出门的，我想
我劝大家稍微等等吧。这个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基本上从 Eastern Market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全部是在拥堵当中的。其中最拥堵的路段就是集中在 Mount Wellington 这附近到 Ellerslie 全黑，然后过了 Ellerslie 之后呢，现在一路到 Greenland 是红色，过了 Greenland 呢稍微恢复了一点黄色车多，然后呢再过了 Cable Pass Road 又红，哎呀，我刚一刷新全红了，好了，连成片了，没黄了。就基本上就是除了 Mount Wellington 那边是黑的，剩下全红。好了，也报完了。16号高速也是断断续续的，只有在 Lincoln Road 这附近稍微有一段的畅通，剩下全红。然后黑色的呢分3段 ，Royal Road、Rosebank、Great North Road 是黑色，然后其余的都是红色。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也是前黑，基本上黑到了 Constellation Drive， 然后全红，一路红到 Eastman Road。接着又是全黄，今天北岸大桥之上还有一点点黄色车多，要过了北岸大桥之后才畅通。小路上我的天呀，堵的呀 ！Oniva Road， 我就是真的是非常黑 ，Eastman Road 也是非常黑，据说 Lake Road 今天早上也堵到不行，所以大家节哀。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小心谨慎开车吧，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嘛。对。这个这是今天我们这201910大年度这个热门词汇哈。对，说到这儿，我今天早上不跟大家说了吗？说那个 iPhone 手机上现在有个功能，就是驾车勿扰。驾车勿扰功能，刚才我们中间进广告的时候，小娇我俩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哎，真的是就是你在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手机连响都不会响的，但是它会蹦出来一个屏幕的提示，告诉你有未接电话。而且我刚才发现，就是你在打开这个模式之后啊，你要正常的，比如说你摁一下，然后去解锁，但是这个时候它多的一个步骤就是让你确定你这会儿没有在驾车，你才能解锁。对，你要选一下我现在没有在驾车，然后你的手机屏幕才会解锁，可能就是多了一道安全保障吧。而且它可以有自动回复，你可以自己在后台当中设置，就是设置成呢，对方会收到信息说你正在驾驶，对，所以不用那个，就是我等一下会回复你。是这个呢，如果大家想开的话啊，就是在那个设置里边有个勿扰模式，勿扰模式你把它拖到最后边，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驾车的这件事情的，它叫什么呀？中文叫啥？叫驾驶勿扰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而且它还可以把它添加到，就是我们手机不是你如果要是打开从下边往上一滑，它不有这种控制中心，然后里边是有一些快捷键嘛，你可以把这个驾车勿扰加入到你的快捷键当中。这个设置呢也是在设置当中里边的有一个叫通知，然后通知里边呢，不是通知，对不起啊，是控制中心。在控制中心里边有个叫自定控制，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驾驶勿扰添加到你的小面板上了去，没错，这样更容易你嘛，就点一下你就可以进入到驾驶的模式了。是，刚才试了一下，小娇打我的电话，我给他调成了这个勿扰模式，然后小娇这边直接就是都不带响那么几声，直接就转到了那个语音信箱。对，然后你有收到发的一个自动回复短信？你没有设置自动回复哦，好吧。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设置，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你想在刚刚过去的周末，5个人是死于了交通事故，所以真的不急于在手机上就是回复那么点儿信息。而且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是忍不住，如果你手机响了，你一定就看，但是你说你要关机吧，又觉得不太可能，一上车就关机嘛。所以有这个模式，我觉得挺好的。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它设置成自动。这样你就不用去手动去摁了，只要你一上车一走，它就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去，你就别看了。我还是建议啊，这会儿咱们正在开车的朋友就别试了，一会儿等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您再研究研究，也很简单哈，3-2分钟就设置好了。这会儿开车还是30秒就能设置好了。对，人有时候研究研究。你像我这样的，我点进之后还得看看我回复一个什么信息比较好呢？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跟大家说说有这么一个新的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好了，说完路况，再来快速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没错，那财经方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股市，新西兰 NZX50 指数报11301.98点，跌14.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81点，涨3.83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7851.18点，跌200.23点，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再来看汇率方面，纽币对人民币参考汇率是4.58，这个是有所上涨。纽币昨天涨了不少。
然后纽币对澳币呢，现在是0.95，纽币对港币是5.09，纽币对美元0.65，美元对人民币7.04。你想，美元都对纽币对美金都已经涨到0.65了，对那个港币都到了5.09，真的涨得不少啊！昨天一天的时间。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还是说回到新西兰新闻。刚刚说了2份民调，接着我们就来开始跟大家来说说枪主信息被泄露的事儿。这件事情我知道呢，我们的华人朋友相对来说枪支拥有率不如本地人来的那么高，但是这条新闻说出来之后，还是让我们会对就是警察部门呐，或者是政府的很多部门，它的这种信息的保密程度真的是太多的隐患，而且也对整个的这个枪支回收的计划再次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先来看这次泄露到底怎么回事。没错，根据持牌枪支所有者委员会的一个说法，超过3.7万名枪支拥有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这其中呢就包括他们所拥有的枪支类型的信息以及他们的银行账户信息。所以大家可能就问了，那为什么这些人的信息会被记录呢？你一定是记录了才会被泄露嘛？对。那么到底是怎么会记录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恐袭之后不是开始收枪嘛？没错。那收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警方是要求这些半自动枪支的所有者要向警方呢去提交一份在线的表格，然后呢通知警方其所拥有的枪支的类型。而在这个表格当中呢，不是也要给你返钱嘛？所以其实也涉及到了银行的账户信息。就是这个表格现在是被发现出现了泄露的事件。如果现在大家再去登录这个填表格的这个网站，你就会发现那上面写着是服务中断了，都不让你填了，紧急下线了，可以说把这一个部分的内容哈。但是再怎么说，你这3万多人的个人信息也是被泄露出去了，甚至有的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持牌枪支所有者委员会的一些支持者啊，就是其实。简单说吧，就是他们是不太赞成收枪的这么一个行动。那有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还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就截屏或者下载下来啊，所以也算是当成一个证据吧。就说你看你们这个东西泄露了吧，就是我都能看到，对吧？而且他现在呢，据说还是在调查当中，尚不清楚这个信息已经泄露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后来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是说呢，现在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推责任啊，但是政府的解释就是说，这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说后来有一个软件公司把整个的这个枪支回收和登记的系统做了一个 update， 做了一个更新，而这个更新呢是没有获得警方的批准就做了更新，然后他就说呢，是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导致了有一些人本来这个信息是不可以外边看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更新，就把这个权限是开了还是怎么样，所以就人能看得到了。然后换句话说呢，就是也不知道开了到底是多少，是谁都能看得到呢，还是说只是不小心开了某一部分某一些人看得到呢？但是总之泄露这件事情，警方已经承认了，说的确，那是个漏洞，所以他们现在才紧急关了。而且他们当时警方还说了，说这个就是做系统更新的不是我们警方内部的，是我们外包给了一个德国的公司叫 SAP，是他们做的。这会儿又找人顶包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顶包，但是他是算是给了一个解释，就说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导致的泄露。但是再怎么样，即便是别人在做的，首先是对于个人信息的话，我觉得处理方式上一定要谨慎。那另外一个呢，就即便是交给其他公司来做，现在的事件的事实情况就是确实是泄露信息了。对的。那这个也会衍生出来很多的这个后果，比如说有人就很担心说，哎呀，我们这些被泄露信息的这些个枪支持有者会不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潜在目标？就说你虽然把你的那个所谓半自动步枪交了，那如果你有枪支，你会不会有别的枪？对呀。会不会因为那上面都有因为里面有信息呀，对，包括你所拥有的这个枪支的种类啊、型号啊，各种各样信息都有。那打个比方说，如果真的是有犯罪分子，他现在想搞事情，然后又没有枪，那怎么办？哎，我查一下看谁家都有什么，一目了然，这个很可怕的，对不对？而且他说还有的就不用说这种可怕的事情了，有的枪主就说，他说其实在新西兰这边虽然也是。就是如果你要持有枪证，枪支是合法的，但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家里有枪。对。但无论什么原因，你是类似于像什么，甚至说包括宗教信仰，
或者是说你个人的某一种形象等等等等。对，他并不想让外界知道我家里有枪，现在可好，谁都知道，全天下都知道，如果想知道的话。所以他说这个我们说很多的枪支拥有者就说了，他说你这样下去，你让我怎么相信政府？我交了的可能也就交了，如果我要是现在还没交的，我根本就不想把枪交给你了。就我这信息，你说你都保护不好，你还让我交，我拿什么去相信你呢？对不对？没错。所以这件事情影响真的还是蛮大的。现在呢，就有一些政党啊，比如说国家党的警察发言人呐，包括行动党的党魁呀，都对这个事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或者说看法。那么国家党的警察发言人呢，就表示说，警察部长 Stuart Nash 那需要对这个行为承担责任。行动党的党魁也表示说警察部长必须辞职。那至于说辞职不辞职，咱们还得等等看。反正现在这个我们说软件公司肯定这个锅他是得背了，是他自己背呢，还是说再拉个垫背的，就是他们可以一起背，咱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啊，透露出来了很多信息。第一，就是因为我对软件这方面我也不懂，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新西兰的，无论是从政府部门也好，或者是什么大公司也好，这种软件方面的升级或者各个方面，只要是在网上的信息泄露，怎么这么频繁？各个部门的什么信息都会被泄露过，什么工资的信息，什么这个部门的什么把信息泄露了，什么医疗部门的也泄露过，现在警察部门也泄露过，就是这个东西是特别容易泄露呢，还是说这个就是新西兰的一个问题呢？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黑客呀，确实手段也比较高明。关键这个是他没有黑客，对，但是这一个事情呢，你又不算是说是黑客的攻击，就是大家很多人都能够查到的话，这就属于一个工作上的失误。对呀，目前可以这样定性了。根本就不是说骇客入侵了你的电脑，对吧？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说那个政府的财报，当时他不是说什么被人骇客了多少次，然后国家党说截个图说你什么骇客，我就搜的。我是骇客吗？我也是电脑白痴，我都能上去能搜到。然后后来又说工作人员说不是骇客，就是泄露了。你说怎么这个东西这么难吗？就说被保护住，懂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解释解释。还是说这就是新西兰的问题？咱们有听众就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就说他说这个呀，对于新西兰感觉对信息好像随意性很强，大家也不是特别 care 这个事情，而觉得可能还是抱着一种枪支的事情都不 care， 那你要 care 什么？说到这儿也是，我昨天还就说到这条新闻，我也跟身边的朋友就在那聊，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西兰人其实他有一个特点，不是什么好特点，但是的确是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做事情经常 don't care， 很多东西都不是比较佛系，是不是？很在乎，就不 take responsibility， 他也不会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就是比如说这眼前是个工作啊，就说软件更新，更新呗，做完了呗。他就不会很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是不是很多人的信息都在我的手中，我到底有没有做好各种的防护？他们都是那种用我们的就是老家的话叫稀了马哈，对，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意思，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就算了，糊里糊涂的，反正差不多就得了，也不是特别的上心，反正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特别较真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新西兰所谓的这种没有问责制是有关的，就他们不觉得我需要负责，他们也不怕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会怎么样，所以就导致了现在新西兰人的这种 don't care 的性格。是，但是总有什么事情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嘛。等到你关心的这个问题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到时候再哭着喊着说为什么会这样，那就不用哭喊，那没有人追他们的责，他有什么好值得哭和喊的呢？那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呢？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人啊，咱就说是一个失误的话，他同时把这个信息操作失误了，公布出去，里面也有自己的，但是同时自己也是个枪支持有者，对不对？你说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不过时间关系8点45分了，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同时，我觉得说新西兰人 don't care， 中国人现在其实也有一个特点，在中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东西都糊弄。一会儿回来说一说。好的，马上回来。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我是带有口音的小娇。没有了，刚才是没有，我是故意的嘛，对，就是为了我就是用我的家乡话来形容那个状态。继续，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上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或者说说你的感觉。我觉得新西兰，你看啊，就我们这么举例，就拿房子举例，你看新西兰以前的。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做的任何的房子也好啊，或者是做的这种产品也好，其实它真的是质量很好的。对，这个大家是可以去肯定的。就是如果你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他们往往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很精致。可是现在呢，就是出现一种状态，尤其是在这种就类似于像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人开始 don't care。就他们开始就不知道自己就成天啊去上班是上班，但是人都是游离在不知道什么地方，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就是骑了马哈，就是我们的家乡话。但是同一时间呢，我说中国啊，现在不是也被诟病？就我们回到中国，大家可能自己也有感受，就是什么东西都特别糊弄。糊弄算不算是我家乡话呀？也不算是家乡话，糊弄大家都很多地方对，很多地方都。但你看他的这个糊弄和新西兰的这个 don't care， 我觉得就不一样。我个人的感觉啊，欢迎大家来指正。我是觉得新西兰的 don't care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问责制。你看新西兰无论出什么事儿，都不会追到这是谁的责任，最多就是最大头的 CEO
辞职了。他辞职完了之后，他就去别的地方又做 CEO 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然后中间的这些或者真正犯错的人就会everyone make mistakes， 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就是因为什么？首先新西兰人少，现在想要雇到合适的人太难，所以就是因为他的一个错误，你说这个人就失业了，那他也雇不到人，所以雇主也没办法，那就算了。所以这种事情就导致了大家做事的时候开始 don't care， 反正我也不会影响到我什么，这是我的感觉啊。但中国所谓我说做什么东西糊弄，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问责，也不是因为他没有竞争。中国的竞争有多强啊？对，我觉得在中国出现这个糊弄的原因，我个人感觉啊，个人观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是觉得是因为呢，中国现在的节奏太快了，竞争太强，所以就导致呢。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比较浮躁。浮躁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所以他就是看到身边的人在赚快钱，对，或者是一夜之间怎么样暴富，或者是比如说身价呀、地位呀，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就导致他不会想安安静静的去把手上的这份工作做好，他就会开始想着一些说不好听的歪门邪道，怎么样我能够成为那个可以快速致富的人。所以他根本就不会管他眼前做的这个东西做得好与不好了。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是如果你想想，我们都是人啊，如果你在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身边所有人都一夜之间成为了富翁，或者他们都在赚快钱，你怎么可能还说服自己的老老实实做你眼前的这份工作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现象造成的。对，跟周边的这种环境啊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当然了，这个其实不管是说我们新西兰本地的这种状况，还是说咱们说中国现在有一些，尤其是年轻人吧，做事情可能是不是那么稳当啊，比较的糊弄。那这个都是亟待去改变的一个状况，不见得是个好事。虽然说你觉得可能有时候，哎呀，事儿也不大，是吧？出现一点小失误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印象。比如说你要是中国所有的你出国的，比如说你出口的产品，或者是你做事儿，你是服务行业也是什么的，你给大家的印象全部都是在糊弄，那你整个的这个形象就变了，大家就会认为说你的产品肯定是不好嘛，你那都是糊弄出来的，怎么会好呢？对，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日本。日本做什么东西，我们就说日本它至于这个国家好不好，或者它的人民是不是特别冷漠，那我们都不提。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所有人只要是你想到这个东西从日本生产的，真的是本国设计制造生产的，你就会觉得它质量肯定好，是很可靠的一种感觉，对吧？就是那个比如说螺丝可能都给你对到特别精细的地方。包括德国人也是说德国人做事。线上有朋友，我们先来接一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早上好。早上好。哎，早上好。早安。我想反映，对不起，反映你说那个糊弄啊。在纽西兰，我到 City Council 去问那个不是去问，就打电话去问那个到拉稀的，那个就是有害的东西。怎么？我问他那个电灯泡啊，那个什么东西。应该送到哪里去？我就想他给个地址，我送去。是。他说丢在垃圾桶里面。我说这个不对的，不对的。我说那个是有害的呀。那个LED 的那个里边是有毒的。对。就这样，很多几样东西啊。我说那个电池呢，也是丢到垃圾桶里。我说不。根本我是打到 City Council 去啊，应该他是专业的啊，那个线是转到那个回收的地方的吧？哇塞，这个是一样。那你说大陆现在那个因为快速啊，那个人就那个心啊变了。在香港是这样情况。假如说你到那个商店里面去啊，他根本真的不睬你了，因为人太多了。你那个招呼坏了也不要紧，明天有其余的客人来嘛。是。根本不在乎你这个客人，你明白？你到那个很高级的地方，那就不一样，那个招呼就很真的太好了，是不是？那个分别是在这里。是的，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啊！祝您生活愉快。
生活当中的实力。真的是这样。这位听众朋友他一提这个垃圾的回收，其实当然关于这个话题一会儿有时间咱们也可以聊啊。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之前我们新西兰的很多的垃圾也是运往中国，这个现在呢开始往印度尼对，开始往印尼那边送，但实际上呢这个对环境的破坏是很大。另外一个就倒推回来说到我们新西兰本地在垃圾的这种分类处理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做的也不算好，那无非就是平时你生活垃圾和一个回收垃圾这样的一个区别，而且遵不遵守，你说对吧？很难做到严格遵守的，对，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在的。所以这个你说你不关心，好，20年没事，30年没事，你过了100年之后呢？我们本身又是一个海岛国家，对吧？我们的这个如果说垃圾填埋场多。我们的垃圾都送出去了呀，不在我们这儿填埋。但是咱们也有填埋的，有填埋场，对吧？那你比如说，你把这个用完的电池，你就扔到生活垃圾里面，然后就埋掉了。回头我们这儿水质怎么办？你知道那个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它里面的一些这种化学的成分、有害的成分还是会跑出来的。而且你就像刚才听众说的，那人家负责人就直接跟你说扔垃圾桶，这是懂的，就说我不能这么做，你是在乱说。那不懂的就直接扔了呀。那这是一个电话，如果当天接到了100个电话，100个都是扔到垃圾桶的呀。而且他以后都会扔到垃圾桶的，因为你告诉我的。对，他就变成一个习惯了，这样他觉得这样就是正确的。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8点57分了，这件事情也跟大家来说到这儿。那么说到了这个责任的事儿啊，我们一会儿9点钟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伊霍马翘，好久没提了吧？毛利土地争端的这片土地现在怎么样了？这个责任到底算不算在政府身上呢？那政府到底有没有去解决呢？我们这片土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发，还是说干脆就不开发了呢？是，那一会儿下一段我们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详细去聊。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 096230366。Resin 特价优惠。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
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3号，星期二，农历11月初8。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国家党和行动党将能够组建政府。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国家党和行动党将能够组建联合政府，但如果将工党和绿党的支持率相加起来的话，两支队伍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这也意味着2020年的大选其实可能相当的刺激。这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为46%，比10月的上一次民调略低了1个百分点。行动党的支持率上升了1%，达到了2%。工党的支持率下降了1%，为39%，绿党则稳定在7%。优先党的得票率也没有改变，维持在4%。该党如果没有人占据选区席位，将无法重返国会。在总理人选的支持率方面，在辛达阿登本次获得了36%的支持率，较上次民调下降了2个百分点，但他仍然遥遥领先于国家党党魁 Simon Bridges。他的支持率虽然在本次民调当中上升了1个百分点，但是仍然只有10%。新西兰本周将会迎来大风暴，堪称年度最大之一。周一晚间开始，南大洋将会形成大范围的低压，形成一场大风暴。风暴将会横扫数千公里，席卷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东南部。Weather Watch 将其描述为今年新西兰较大的风暴之一。据报道，受降雨影响最大的地区将会是西海岸，在未来7天内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洪水，并伴有道路关闭等情况。届时，一些高海拔的地区还有可能会迎来降雪。东部地区将会迎来强风，但预计山脉和库克海峡周围的风将会最强。周二全天将会有大风吹向南岛、库克海峡和北岛南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南岛东部、惠灵顿。在一段时间以内，以上地区都会有强风警告。周四，稍凉的空气将会掠过西海岸、南地和奥塔哥沿海地区。惠灵顿在本周多风，但只有周二的风会达到大风风险。与此同时，马斯特顿以北的北岛东部天气晴朗，包括霍克湾和基斯本。未来10天内预计没有降雨，可能会达到30摄氏度的高温。北地也会比平时多风，会有短暂降雨或阵雨。国际方面，英国与爱尔兰或将正式申办2030年世界杯。英媒表示，英国和爱尔兰将会联合申办2030年足球世界杯，双方足协将会制定详细计划。据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泰晤士报》报道，在11月30日举行的2020年欧洲杯小组赛抽签之前，英足总已经向其他的足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申办世界杯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相关官员认为这些计划非常靠谱，并将进一步加大计划的准备力度。报道指出，如果得到政府的集体支持，申办工作有望在2022年初启动。为政府提供申办建议的资助机构英国体育去年也曾表示，申办2030年世界杯将会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成就。印度国产航母重大进展，主机成功点火运行。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码头进行装配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上搭载的燃气轮机主机已经成功进行首次点火，这也标志着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的动力系统正式运转。下一步，印度将继续进行维克兰特号的技泊实验，预计2022年交付使用。
维克兰特号航母原计划在2018年完工，然而进度一再拖延，现在终于重回正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看。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刚刚进入夏季，就来了一场风暴，给大家一个下马威啊！今天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会是有强风和降雨的天气，最好的就是在北岛北部地区。虽然我们觉得风势已经够大了，但是跟南岛相比，我们才哪到哪？奥克兰今天是阵雨啊，最高温度仍然是25度，最低15度。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的这个强风就会更加的明显了，很多架飞去惠灵顿的班机现在全部都取消了。今天惠灵顿的最高风速将会达到140公里每小时，所以说我是提醒大家，尽量今天就别去了啊。那么南岛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降雨的天气，尤其是在西海岸雨势会非常大，但是不影响气温。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有20度，最低气温是13度。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强风和降雨的天气，也导致呢很多城市的早晚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较低。基督城我们看到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11度。皇后镇呢最高温度虽然也有20度，但是早晚最低温度是只有7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呢，这一股降雨主要还会留在南岛，北岛的大部分范围之内会放晴，偶尔吧可能会有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奥克兰明天仍然最高是25度，最低16度，但是相对来说南岛会冷一些。皇后镇明天最高15度，最低只有。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
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9点钟过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新闻的内容。刚刚在上1个小时当中呢，讲到了很多的信息，讲到了2份民调，一个呢是政党当中的最新的民调，现在大家都看好行动党是不是它可以拿到2.3%以上，拿到2.3%就是进去3个席位哦，这对于他的好朋友国家党来说是绝对的非常大的一个后盾和支持，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其一。其二呢，也说到了大麻合法化的这个民调，最近呢又开始上扬，无缘无故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开始支持的多了。虽然仍然没过半，但现在的民调是也达到了48%。到底什么原因，就是很奇怪。对，这个不太好说了。对啊，以前8月份的时候还只有30%几，到了11月份一下到48%了，也是奇了个怪了啊！所以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结果就是出现了提高。接着我们就说到了关于这个枪支信息的泄露，现在政府呢就是表示是泄露了，紧急封上了，多大影响不知道，也不好说，谁来负责没说。所以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就说到了，说现在是不是中国给人的感觉就是新西兰这边的很多的人是 don't care，中国那边的很多的做法是糊弄。反正年轻人我不是说针对我，也是所谓年轻人的这一代啊，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太快还是什么样的变化，就导致现在做事儿都浮躁，哪儿都浮躁，大家都不专心。因为这个还真的是值得拿出来说，咱们也说了，不是一棍子打死，有做事认真的，也有做事浮躁的，很多东西呢可能跟当下的比如说一些社会的风气啊，或者说大家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看法有很直接的关系。咱换一个例子，你就比如说在街上看见老人摔倒了，敢不敢扶？不敢，对吧？在中国是不敢。对，这个真的是我曾经就看过几个视频，还是在扶之前啊，自己都拿着手机就去录，也想帮一帮这个老人，看着确实是很可怜。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然后还是反过来被反咬一口。那你说这种事情真的是碰见，咱都甭说多了，你知道一回，下一次你看见了，你是如果真是轮到自己身上的话，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不要。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也觉得是啊，就是虽然说这种人可能是少数。也可能是不那么多，但是你真的你对整个社会，比如说对这种帮助别人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这种习惯，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是，而且你想，像就是我们在新西兰这边也说，就说我们说这种不关心啊、不在乎呀、不去负责啊这种，如果你要真的传染下去，很可怕的。你像现在中国，不是我们说啊，就说中国的产品，你对外国的印象，或者对其他人的印象，就是你不好。你无论你做什么，感觉就是给人的就印象当中就是你肯定做不好，你做的肯定没有别的什么某一些国家做的质量好，或者你的东西就是不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太多人糊弄？没错，所以就导致大家的这个印象，你去好好做的那个人就没有人相信你了，而且你就会变成什么？最后就导致说你好好做的会被别人挤压的，会被别人就觉得你有病吧，
对不对？你说要变成这个样子，可怎么办？但是反过来，咱们公理公道的讲啊，这个也不能因为是咱们是中国人就护着中国呀，或者怎么样的。咱公道一点讲的话，其实中国这些年很多的这个产品质量还是在不断提升的。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一提起来温州，那个时候说温州的很多产品质量特别差。但是现在如果提起来温州那边的话，很多这种尤其是物美价廉的小商品什么的，其实在国际市场上也是蛮受欢迎的。希望越来越好。过程。我以前也说，我说我去中国，每一次回国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呢，这种设施或者是说整个城市啊规模啊这种发展是非常惊人的。你每一次回去都会被吓一跳。但是文化呢或者人文上面呢，其实是还是跟不上的。有点你会觉得它的差距还是在的。尤其是你在那边，如果时间越久，你接触的东西越多，你会有一点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大差距要去跟上的。没有内涵，比如说就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最近的这1年，起码在一些大城市，你会感觉到有改变。比如说在上海，我就说我去上海，现在比如说我去上海的餐厅去吃饭。以前会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听众说的，就是那种吃不吃拉倒，不吃拉倒，这个东西摆这儿摆往自己摆，对，桌子脏了自己擦，就那种现在好就是差很多了，会好很多。它会让你觉得你真的是个客人，是，你有一种你会被不是说上帝吧，但是就是宾至如归，就是你有一种被尊敬的感觉。现在无论是小店大店都逐渐的在发展。还有就是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上海机场，以前那个行李丢的片儿片的，谁管你的行李在哪儿啊？你知道吗？对。现在呢，你会发现有人真的在那儿把你的每一件行李都立起来，以同样的位置给你放好，是，就方便你去拿。这都是这是我亲自看到的，也有可能是我不知道那天我正好碰上了，但是怎么我就碰上了呢？那证明还是有，所以说它还在改变。但是你说是不是整体，那还差得很远。对，也不能说一下子咱们今天提完了，明天突然全国就变好了，也是有一个慢慢的这个过程啊。人们的素质这个需要时间。而且我前段时间我朋友去了成都，他也跟我说，他说成都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可能就是这种。所谓1线城市在逐渐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可能会更快一点。他说他也是去吃饭等等，那个服务业给他的感觉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些发展的不好的，像东北，就不行。我家在东北，尤其是更东北的一些城市，就相对来说素质上面还差得很远，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调整过来。怎么讲呢？这会儿线上我们有一个电话，我们接听一下。早上好。你好。你好。是我。早安。我说那个人民的素质啊，我就说那个硬件容易建，因为有钱就可以建任何的硬件。可是那个软件嘛，是要时间的。你要比较世界，比如说你拿中国跟纽西兰比较，你纽西兰的人口有多少？你大陆的人口有多少？还是我们是从很贫穷，每个人都挣扎去找生活，去生存了，所以不择手段了什么，那个素质当然会低。是没错。所以不可以一下比。可是我们在那个短的好像你说去年跟今年1年已经看到改变了。是的。你到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没有那个速度。说得好，非常非常好。我就说你的要求有耐心一点。好的，非常非常。我就看着他每天都在进步，明白？我们要自傲，要骄傲。of China，OK？Very good。你知道，你假如说比较，你要从同样的起点来比较。非常好。你明我意思吗？明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电话啊，谢谢，好，谢谢，拜拜。也确实能听出来大家对中国 Be proud of your country。对，非常关注。其实我们也真的是作为中国人很自豪了。那个我就经常说嘛，就说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说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我就经常跟我身边的朋友开玩笑，他就说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
会不会就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中立？我说我是尽量，但我经常控制不住，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是我亲妈，我可以说我亲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小问题啊，我可以抱怨，但你不行。如果你骂了我亲妈，那我要不骂回去，我能忍得了吗？对，就这种感觉。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9点20分了，这个聊的也是挺有趣的，欢迎大家如果愿意参与的，可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和平的。你看我们这样探讨多好，对不对？对，就是说的也是大家都很开心，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它的发展，让它更加的进步嘛。对，是的。好了，时间关系了，说什么不好的东西。9点20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回到新西兰啊，还有其他的新闻带给大家。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52969。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刚聊得挺开心的，欢迎大家如果想参与的，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讨论啊。是的，我们接着呢来说一说新西兰的另外一件事儿，伊胡马跳好久没提了吧？现在又来把它拿出来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让那个毛利的那些抗议的团队也急呀，这个 Fletcher Building 也急，政府就说等吧。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来我们来说说啊，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知道伊胡马套陷入僵局之后呢，是政府出来发的话，就说呢，现在双方先暂停，你 Fletcher Building 也别建了，伊胡马套你也别闹了，我们就商量着来，这不就从那儿开始就暂停了嘛？结果暂停到了现在，并没有任何的进展。而且现在啊，就我们说的这个伊胡马套的组织出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总理为什么不来亲自见他们？他们就不理解这件事儿，而且他这一次的指控呢，或者是说不叫指控啊，就这次的指责加倍了。他又说，他说你总理自从上任以来，一直是对就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对我们毛利的文化也好，对毛利族裔也好，特别的尊重。而且到了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在宣扬毛利文化。比如说你去见女王，第一次见女王，你还穿了毛利的那个斗篷，英联邦的运动会的。对，她还穿了，当时还怀孕嘛，穿了一条黄色的很漂亮的裙子。好像是有没有实行那个碰鼻礼？我记不太清了，但是那个斗篷印象很深刻，对吧？很深刻。然后他说：“你看，你穿的很好，你上联合国上面去演讲的时候，你还用的毛利语去演讲，这都在传播我的文化。但是你这就是，所以那个伊胡马套的意思就是说，可是你表面做完了。”你现在真是需要你去帮助毛利人或者是毛利的文化来解决的问题，你又去哪儿了？你为什么就不能来这片土地上看看，跟我们见一见？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对，前段时间我们不也知道嘛，伊胡马套他们去举着牌子走到了总理的办公室门前，意思就是说要跟总理见，结果总理当天也不在办公室，所以就没见。所以至今他们都还没有碰上面。然后呢，总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让大家100%要相信政府，或者那意思就是说你100%的保证我们这件事儿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有没有挪动一点儿呢？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谁也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所谓的正确的方向的发展，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呢？现在连伊胡马套他们自己都说，你都没有人跟我们谈。什么叫往前进了一步呢？那你所谓的正确方向是什么呢？就让大家都停，别动，就是正确方向嘛。那 Fletcher Building 也觉得很冤呐，那你让我停了之后你又不解决，那就停到什么时候呢？对呀，这个无限期的往后拖延，其实首先对这个公司来讲的话，肯定是损失吧，因为毕竟往里面有投入。但是反过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最终的，你说要不就说保护你就保护了，对吧？你要开放就开，对，你好赖你有个话，对，有个话，现在一直在这拖，这要拖到什么时候？拖到。我也不好说拖到什么时候。所以说现在也有民调，就大家在说了，就认为说，哎，那你觉得总理到底应不应该去一下看一看呢？结果就发现，的确，大家呢可能快半数吧，48%超过半数，56.2%的受访者都认为说总理不应该去。但是有32%的人就说认为他应该去了。虽然说这个比例在这儿放着，但是原因其实不太一样。你看啊，支持他不去的人原因是什么？就认为说这件事情本来跟政府就没关，因为他就是说毛利的这种文化保护的人不让动这个土地，而这个土地现在已经卖给了 Fletcher Building， 就是他们的，跟你政府说白了没有任何关系。你本来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应该去掺和。所以这是一部分人认为说总理不应该去的，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是说是不是也不安全，或者说去了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认为他不该去。那认为他该去的一部分的人也是认为说这个东西你既然已经揽上了，你说了，你政府都发话了，在这件问题上本来你不应该你有什么事儿的，你发话了，那你现在不解决，你也不能就放着呀。是、你揽上身了，你不管了，那算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是那种说拖一拖就过去了，演一演就过去的事情，早晚你要解决的啊。那如果说现在，民间的这个反对的呼声也这么大，你看又是抗议啊，又是要出来游行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一直持续这样，只能说是积怨越深吧。但是新西兰这种事情，大家也明白了，这种你喊没有用的。他们上街去总理办公室门前闹，不行，你看那大家有封信，就说要寄给总理的，意思说你得来见我们，那么也没有结果，无结果。就总理就会说，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你就等吧。所以没办法。什么叫正确的方向？说的就是，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关注啊。这件我能够理解他们现在的那种心情，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件事情难道就过了吗？那土地到底怎么办？
没人管了，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时间关系啊，这一节我肯定说不完了，我稍微开个头，下一节再来跟大家说。就是另外，这不是说完总理嘛，来说副总理。副总理最近不是特别爱打官司嘛？对，这个官司那个官司，这跟那个就是他养老金泄密那件事情，官司刚刚结束。现在看到最新的信息爆出来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虽然是他自己个人问题，告的不是政府的官员嘛，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个官司的费用是纳税人出的。目前看到的账单至少有50万。这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哦。他总共的这个涉事的这个金额，也就是1万多纽币。对，因为这个事儿多花了至少50万进去，而且是我们的钱，不是他Winston Peters的钱，也不是被告的那些部长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花了50多万，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这回事儿。你说这图什么呢？然后Winston Peters说：“我接受。”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50万这么高的法律相关的一些费用出来？我们下一节在9点半过后再来具体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Rainman。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
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33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现在我们的听众观众开始讨论起航母来了。好了，你们讨论着你们接着说，我呢一边听着，你们可以一边讨论着，无所谓的。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那个副总理的让纳税人花了50万。牛逼这件事儿，哇，真贵哦！可不是贵，岂止是贵，简直是贵。关键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来打这么一个较真儿的官司。其实这个，你还说的很对，它就是较真儿。对，其实这个事情已经算是调查的很清楚了，对吧？谁是谁非，大家心里头有个明镜似的。他就说人家泄密嘛，其实这件事情你说他是不是你没交？是他没交，他就是不叫骗嘛，就是多领了。那你说他还没还？也还了，那还了大家就知道，就信与不信，那这件事情也就这样了，那就完事儿了呗，就完事儿了，对吧？那有人就相信说他是真的，就是他说的就是真话，他真的是就忘了，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反正钱也还了嘛，那也就得了呗，对不对？有人当然不相信的，就觉得你什么不知道呀，你就是故意的。那你这种人，你就算你官司赢了与不赢的，大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对，换句话说，这事儿办的光彩不光彩，人人心里有杆秤。对，你去打这个官司没有用。其实我能理解，可能就想在这个事儿上再找吧，为自己。可是问题就是，你想他着吧的，也不是说到底这件事情他是知情还是不知情，他着吧的是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泄密的？是不是国家党还是谁把他的这个信息给泄露出来了？他告人家是泄密嘛？就是个人信息被泄露的这个意思。那你也没有着吧回来说你到底做的对与不对？你说你非得着吧人家泄不泄密干嘛呢？而且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为了你自己觉得人泄密或者什么，为了你个人的利益也好，你的形象也好，或者是 whatever， 那你倒是自己掏钱呀。对呀，对吧？你为了你这跟政府有啥关系呢？私事嘛，对吧？可以说是自己的，而且他也不是说我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好，就算是副总理的身份是代表了国家形象，那我用国家出钱给我打官司也行。他就是以一个当时他就是一个国会议员，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其他不同的身份，那凭什么让纳税人给你打官司，还是50万呢？我是真的我很不能接受这件事。所以看看，这不是今天咱正好也说了最近的一个支持率的调查嘛？没记错的话，4%吧，对吧？4%的这个支持率应该比前一阵子是低了。对，而且他就说嘛，现在那个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他说政府为了应诉，总共是花了537646纽币，其中光律师费花了50万。所以这个，哎呀，真的，我就想说这么一句，气心梗了。不是，那你以为什么事情都跟有些，比如说艺人呀或者什么的，明明是个负面消息，然后你出来拿着去打官司炒作，然后博眼球，获得知名度，我觉得这个也不必要。在新西兰也对，第一没必要，第二我觉得这个在新西兰也行不太通吧。所以反正钱现在花是花了，那你律师费50万呢，53万纽币，我刚才看了一下，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复印费、装订费。就反正七七八八的下在一起，当然他当时 Peters 呢是向国家党说索要是45万，那意思说损失费，因为你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但是最后法院不是判了嘛，就说人家没泄露，这事儿不算，他们不算是什么泄密源，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然后 Peters 说他也接受这一结果，花了50多万，消停了，舒坦了，也接受这一结果了。你说说这件事情说完了之后，哎呦，我心里真的是堵的哟，但是也没办法，我都不想搭理他。好了，咱们说别的话题。好吧，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吧，你没办法。那说到堵得慌啊，就是心里堵得慌。我觉得现在印度尼西亚更堵得慌。那当然了。你要是跟我们来比的话，他们现在是垃圾堵在门口，你说堵不堵得慌？哎呀，这个消息其实小娇是把它收录在咱们新西兰本地的新闻里面了，确实跟咱新西兰本地也有关啊。然后同时呢，我发现好几个不同国家的媒体也都在关注这个关于垃圾这件事情，其实是印尼爆出来的。对。然后昨天呢，是新西兰这边也爆了，就那意思是说，其中的确是有我们的。他就举例嘛，说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说中国不收新西兰的垃圾了，那这个垃圾总得去哪儿吧？所以后来去哪儿了呢？都去了。不是说都吧，但是很大部分都去了印尼。根据昨天我看到新西兰这边的报道是说，在2017到2018年间，基本上新西兰出口到印尼的可回收垃圾已经从6000吨直接涨到了1.2万吨。
当然，对于印尼来说啊，因为新西兰国家小，所以你制造的垃圾反正跟别的国家相比也少。是。我们要是跟就比如说印尼收的其他国家的垃圾来比的话，我们可能也就一小部分。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对于我们来说，出口到那儿的垃圾就是成倍的在增长。没错。只是我们可能在他们那儿的垃圾算是一小部分而已。是。那咱就说我们新西兰人口少，对吧？国土小，垃圾制造了。那澳大利亚呢？对吧？还有加拿大。对呀，很多国家其实它的这个垃圾的制造量比咱们多得多。你看他现在就说在印度尼西亚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很多的小村庄基本上都会被垃圾给填埋没了。就是这些人民呢都生活在垃圾堆旁边，就没地方放了，实在是没地方放。所以说呢，他就说这可怎么办？就基本上他们那个垃圾啊，除了我们新西兰和刚才说澳大利亚之外，现在还有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英国、美国全往那儿卖垃圾。这个事儿，咱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方便自己污染了别人嘛。但是这件事情是这样说，我们也不是说强迫的就扔到哪儿嘛。我们也说，以前新鲜那个中国不是也是买，不是这意思就是说卖嘛，就是怎么说，就是接收可以接收垃圾，你收钱嘛，对。所以很多对于这种第三国家来说，我们也知道他们可能相对来说很困难，所以他们也在找怎么办。就说这个如果他们自己能消化的话，他们也要这笔钱。可是问题现在的出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别的国家强加的把这些垃圾堆到他那儿，他也收了钱的。没错。可是问题就是一太多，二污染太严重。就像我们刚才听众打电话上来就说我们这儿有些垃圾都乱扔。他说你想想，你在家里一个垃圾桶，你可能有1个电池。但是这是你想，新西兰这么小的国家都1.2万吨，那加上别的国家，那得多少垃圾？那每一个如果都有一块电池的话，你想那么多的垃圾当中得有多大的污染？没错，现在在当地呢，这个垃圾污染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啊。就比如说，有一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2恶英这么一种有害的物质啊。它呢，当时是越战的时候，美国和越南打仗的时候，美国就用了一种叫做橙剂。那个是主要是用来它在空中用飞机撒播之后，把这个树林都给它弄死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方便他们去找这个隐藏在丛林里的这个游击队嘛。但是呢，因为这个橙剂的使用，给当地也是造成了大量的污染。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印尼当地啊，一些垃圾比较多的尤其是进口垃圾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去检查啊，比如说鸡蛋里面1颗鸡蛋里面的这个氯化2恶英的含量超过了欧洲食品安全局每日允许最高摄入量的70倍。它不是说垃圾当中，就说是因为这些垃圾的污染，对，所以导致了当地的鸡产的鸡蛋里面的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都超标了70倍。那你想想，鸡蛋这个东西还是经过了好几轮的，是吧？然后你直接的，比如说对当地的这个水源，包括农作物，我估计可能影响会更加的严重。他说现在这个2恶英啊，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已经到什么程度？就说比那个当时刚才志鹏说的橙剂，来的要更严重的多。他说这个2恶英直接就这个蛋，你要是吃下去，什么癌症、糖尿病，这个那个的病，那就全部都能找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地有多严重。而且除了食物之外，现在在印尼啊，如果这是看画面的朋友，这是真实的，那边就开始烧了。因为已经没有地方放，你国家把它收进来之后，而且你又不好好的去做分类，所以里边全都是有毒物质，怎么办？就烧导致什么？那里边全是塑料呀，而且各种的有害物质，那进入到空气就是进入到河流，接着就是整个的整体污染。那印尼的老百姓也说，那我怎么办？你现在就堆到我家门口，那我住哪儿啊？那真的是也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在想啊，这个先不去讲是谁对谁错，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既然他愿意接收，肯定也是出于自己的，比如说经济方面的一个考量。而且你看，他们当地人民也说，就说现在不烧木头，烧塑料，因为便宜。说那个烧塑料的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成本比木材便宜70%，所以他们就烧塑料吗？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他只顾眼前的这么一个状况，那怎么办呢？那是没办法呀。所以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啊，如果说从垃圾回收处理方面，第一分类更细一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我个人觉得，哪怕我自己麻烦一点，但是可能后续的会简单很多。多难遵守！你想一想，你可能有人在那边查，你就在你眼前盯着你，你好好分。一旦这个人走了，有多少人会好好分啊？现在我们就分2种辣椒，好吧，3种。
有多少人是真的严格遵守的？这个倒是，你可能连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可回收，都可能弄不清楚。对，你看现在定的什么30年呀、35年呐、50年呐，什么减少污染呐、什么碳排呀、温室气体呀，但是你说就这种垃圾的污染，现在都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就很明显的，就不是我有减排任务，对吧？我减少垃圾，我就送你那儿去。所以现在很多的就是我们说这种第三方国家，就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国家，才有这种状态出现。不应该目光这么短浅吧？地球就这么一个地球啊！那你说新西兰这些不用说吧，1年1.2万吨，我们放哪儿？那段时间就说中国不收了，可把这些西方国家不是愁坏了，那怎么办？你往哪儿埋呀？所以现在就去祸害人家印尼，就说印尼，当然我们也说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西方压迫的。那印尼自己也收嘛，对不对？当时就说呢，5个集装箱都运回了新西兰，就里边不合规。然后中间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收，那个不收。当时泰国不也是跟加拿大的那个垃圾？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全球就是共同面临的问题，怎么办？这种污染，你说它现在污染的这印度尼西亚会不会飘我们这儿来？谁知道？所以既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赶紧的想解决的办法找一些这种污染的这种替代品。那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节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聊。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
9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最后一节一点点时间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关于滑板车。是。过不了多久，大家在路上看到的滑板车就要换牌子了。Lime 要走了。那谁会接替他们占领新西兰的奥克兰的市场呢？好多家，这次不是一家了。前段时间我们也知道，这个滑板车来到新西兰，那受欢迎的程度也是让我非常的意外呀。你说这个东西，共享单车当时来没人理，怎么就这个东西这么受欢迎？共享单车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奥克兰推广还是有一定的弊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咱们这边坡比较多，那滑板车不存在坡的问题，不，它是电动的呀。自行车你得倒腾它，对吧？你看看很多，你比如说大连，大连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自行车也不是特别多，我不会，我不会骑啊。你青岛我知道，你基本上没有自行车。我们就是没有。对，我有一个青岛的朋友，他说有一句吹牛的话，就是说我能骑着自行车跑遍青岛，就说明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腿有劲儿啊？全是上坡下坡的，蹬自行车能骑一遍。所以这个我当时说我不会骑自行车这件事情，还被笑话了很久。我就说大连人都不会骑，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嘛。所以你像这边骑自行车，通常都是那种可以变速的山地车，一般去有专门的骑行的这个，比如说区域，他去当做一种健身的运动。但是你说你要天天上班骑着那玩意儿吭哧吭哧的骑到公司，这可是人家可推广的。你还记不记得绿岛不是说了吗？就是什么都不见得，先把自行车道建好。就惠灵顿当时那封信里面的内容，人生孩子都是骑自行车去的。好吧，这个勇气可嘉，我也送他4个字啊。具体说到这个电动滑板车啊，我也注意到，尤其是在市区，其实电动滑板车，我包括有时候我在咱们单位附近啊，在公司附近也都看见有，就是我也挺纳闷，人那么远怎么骑过来？不怕骑半道没电吗？撂到高速上可咋整？所以说现在的状态就是说，我们也一直在讲这个 Lime 自从来到奥克兰之后啊，其实是受喜爱程度是绝对的，但同一时间呢，造成的问题也是真的存在的。是，比如说啊，他就说这种受伤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根据他们这不也是做年度总结了嘛，这马上就要决定他是不是要续期嘛，所以就有一个年度总结出来，结果就发现，在这个去年10月份到现在这1年过去，新西兰1人因为 Lime 滑板车死亡。另外有2000多人是受伤，1年的时间，平均1天3人受伤。对，而且他就说，奥克兰市中心现在的状态就是说，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有因为 Lime 滑板车而受伤的人去那边就医，或者去接受治疗。如果看费用的话，总共差不多花了能有40多万了。是，那这个我也不知道骑滑板车能不能省出40多万啊。我指这个省钱，并不是说用户省钱，就可能从减排呀等等这方面来说，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额度。但是你单说这个人员受伤，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 Lime 滑板车它退出市场的话，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吧？就说他是说嘛，说一方面是 Lime 自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什么刹车的系统啊，它是不是有更新什么一些安全的问题啊等等。所以现在反正这个市政府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把责任，或者说我就认为是 Lime 它的问题，不是滑板车的问题。所以呢就说那 Lime 的终止了，以后不允许进入奥克兰了，现在换别家的可以进来了。那这个会不会出现换汤不换药的情况？那就不知道了嘛。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基本上无非就是说我多加个刹车，或者我如果按照现行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话，或者未来会推出的话，可能会有对这个电动滑板车的一个限速。谁知道呢？反正现在的就是说先换家。我们先告诉大家换谁啊？就是 Lime 以后大家会渐渐的就看不到它了，绿色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换成谁呢？换成惠灵顿的一家公司叫 Flamingo 火烈鸟，就大家看到的这个，首先是换成它，还有会从新加坡那边来2个公司。来，这会儿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接听一下啊，早上好。早啊。您这会儿才来啊？电话。我这收垃圾去了，你知道吗？一米。那个，我来回应一下这洋垃圾的事儿啊。是，您说。那个前2天不是黑五吗？对。我看那个视频里，这个美国人就抢啊，是吧？是。还有呢，就他们那个东西很便宜。这个超市便宜，在上海什么美国大超市很便宜。我觉得他们的价钱都太低了。就是因为他们太低了，所以大家都买，有用没用一大堆。就成洋垃圾了，把他们美国的物价提高3倍。
你看有没有垃圾？什么东西都没了，是吧？对呀，我都没法活了。从源头减少垃圾，这么简单啊！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要生产那么多东西呢？不需要，少生产点，那价钱贵一点。那你这么说，那我们就这个10万8万的不行吗？你看我们，那你就这么说，我们减少生育，没有人就没有垃圾了，人就制造垃圾嘛，那我们就别生育了嘛，对不对？没孩子没下一代，对，人权怎么办？我跟你讲，洋垃圾的问题不要从洋垃圾入手，要从什么呀？从物价。打着引号的洋垃圾说的是人，对不对？好，对不对？人心坏了，这洋垃圾就多，就这样。你这个点倒是切入的很有意思。好，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拜拜，生活愉快，拜拜。这个，好。是，来，我们刚才听完这个，对，听完这个听众的说那个 Flamingo 是惠灵顿的，然后呢有2个新加坡的，一个叫 Beam， 一个叫 Neuron， 这2个也会来到新西兰，还有一个呢是 Uber 旗下还会来一个叫 Jump。这一次呢，我可能是奥克兰市会换招了，以前不是给一家公司嘛，现在多家公司你们来竞争，看谁的好，然后我们再跟谁续约呗。反正以后就是大家会看到百花齐放的各个公司的这个滑板车全会出现在奥克兰。咱今天一说这个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国内的这个共享单车了，当时也是百花齐放啊，各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据说还有土豪金啊。但是后来全部都你看，不是有好多什么共享单车的坟场啊。当然这个电动滑板车垃圾。又制造了垃圾。对呀，这个电动滑板车呢，其实你要就从使用的便利程度和受欢迎程度来讲的话，我感觉到还是可以的。但是一个是这个东西能实行多久，再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规范化。你像现在呢，新西兰交通局就打算在接下来的半年之内，能够关于比如说滑板车的这个速度，然后还有它是不是骑行的时候要戴头盔，那这个都是很关键。你速度，我觉得就像刚才志鹏说的，你换公司并不是应该是最主要的，对，你最主要的其实应该是这些规定，你到底在哪儿能骑，你多少速度限速，而且你到底要不要戴头盔，你这些不是才是更保证大家安全的。没错，我经常在奥克兰市中心就看到那种2个人骑1台滑板车的，那不摔他我还看过前面带小孩的，就是什么护具之类的都没带，速度又那么快。当然了，这个是一些细则，我相信啊，在出了这么多的这种相关的安全事故之后，肯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另外一个，但现在先换的既然是公司，我也是，但这不是要竞争嘛，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虽然有竞争，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子给它搞得供大于求，这样的话到最后。整个咱不说行业赚不赚钱了，本来印度尼西亚又多了一堆垃圾，滑板车垃圾。这里头可是还有锂电池的呀，对吧？不是光有钢材、塑料这么简单。是，所以很难讲。好了，时间关系吧，因为到了9点57分了啊，正好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也只能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今天前后的跟大家说了无数条新闻啊，好多啊，乱七八糟的，说这说那的，也是感谢大家3个小时，真的啊，感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同样的时间不见不散。明天见。